富宅，一名身穿烟灰色道袍、眉眼精致如画的少女淡定自若地说道。管家闻言嘴角一抽，脸上旋即闪过一丝愠怒：“你个小丫头，有手有脚，干什么不好，非跑出来招摇撞骗，也不怕遭报应？来人，把她给我轰出去！”南星无视管家的驱赶，继续道：“我看您面方而红，颧骨高，是个外强中干之人。等傅三少死了，您积忧成疾，也活不过60岁。你……”管家一口气提到胸口，差点被南星气死。近来傅三少病重，傅家上下一筹莫展。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招来不少牛鬼蛇神。面前这丫头就是其中之一。她自称从道观来，还诅咒傅青燕命不久矣。我说的都是真的。南星直视管家，纤细的身子站得笔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救你家少爷。他不是普通的生病，而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就算请遍世间名医，也无济于事。我看你就像不干净的东西，滚滚滚，赶紧滚！南星像一块破抹布似的被保安扔出别墅，看着大门在他面前砰的一声关上，绝望地叹了口气。2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气运忽然变差了。先是辛辛苦苦画的符纸被老鼠啃成了渣，再是半夜睡觉的时候屋子漏水，屋顶塌了，最后连喝口水都呛得差点去见阎王。南星自小在道观长大，从师傅那里学了不少本事，迫于无奈给自己起了一卦。没想到卦象显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气运相连之人。所谓气运相连，就是2人上辈子在阎王爷那里签订了同生共死的契约，只要一方有难，另一方的气运也会越来越差。南星掐指一算，和他安危与共的那个人，正是京城豪门中赫赫有名的傅家3少爷傅青燕。傅青燕今年25岁，是傅家氏集团掌权人钦定的继承人。此前傅青燕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但到了今年，男人不知道招惹了哪路神仙，忽然就病入膏肓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南星开始霉运连连。为了自救，他果断下山来到傅家，然后就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管家看他年纪小又口无遮拦，认定他是江湖骗子，直接把他轰了出来。南星拍拍屁股站起来，心想，要不是他的命和那家伙连在一起，他才懒得管他的死活呢。就在这时，耳边传来2个佣人的议论声：“听说了吗？傅三少的那个未婚妻好像要悔婚呢。”悔婚？真的假的？傅三少病了这么久，他一次都没来探望过，眼下这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了。可他的未婚妻不是私家千金吗？私家和傅家一向交好，私家在这个节骨眼上悔婚，未免也太冷漠无情了。听到这话，南星连忙从地上爬起来，上前询问2个佣人：“你们说的私家，是京城4大家族的那个私家？”佣人们点点头：“是啊。”南星闻言，瞳孔倏然一亮。他记得师傅说过，当年在荒山上捡到他的时候，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块长命锁。很多年后，他才发现，那块长命锁背后印着的是私家家徽。因为他记得自己是被继母遗弃的，这么多年过去，也没有动过回去认亲的念头。直到现在，他得知私家千金要悔婚，南星计上心来，对佣人们道了声谢，转身离开别墅。半小时后，南星通过卦象上显示的位置来到私家，看着眼前漂亮的别墅，他的心情有些复杂。原本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和私家有什么交集，没想到兜兜转转，命运还是将他带到了这里。南星按响门铃，很快，可是屏幕上出现一张脸：“请问这里是私家吗？”“是的。”佣人点点头。“您是？”南星抿了抿唇，一字一句：“麻烦转告一下司先生，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我想见他。”南星在管家的带领下走进别墅，远远的就听到一阵刺耳的吵闹声：“傅三少都快死了，你们还要我嫁给他？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呀？”房间里，司言歇斯底里的大吼，眼底充满怨恨。司长林脸色铁青，
刚要发火，就见苏福雅上前握住思妍的手，心疼道：“妍妍，我知道你委屈，但这门婚事都已经定下来了，那又怎样？我现在反悔了。”思妍猛地甩开苏福雅：“我还这么年轻，才不想当寡妇呢。”听到思妍这么说，南星越过踌躇不前的管家，推门而入：“傅三少得的不是不治之症，你现在嫁给他，未来就是京城4大家族的少夫人。现在不嫁，等他病好，肯定会后悔。”思妍闻言愣了2秒，反应过来南星在说什么，瞬间暴跳如雷：“你谁呀？跑来对我指手画脚？”南星没有回答，而是从布包里拿出长命锁，递给司长林：“司先生，请问您还记得这个东西吗？”看到长命锁的瞬间，司长林和苏福雅皆是一惊。司长林接过长命锁，放在掌心仔细辨认，须臾猛地扣住南星的肩膀：“丫头，这东西你是哪儿来的？”“是我自己的。”南星道：“当年师傅捡到我的时候，这块长命锁就在我身上。”司长林闻言，心跳骤然加快。18年前，他的大女儿司管意外走失，全家人找遍所有地方，都没能找到女儿的踪迹。而这块长命锁是女儿身上唯一的信物。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女孩的长相和她的前妻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司长林急忙翻开南星的衣领，看到她脖子后面熟悉的蝴蝶胎记，眼眶瞬间就红了。第2章，我可以嫁给他。管管，真的是你？你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吗？司长林抱着南星泪如雨下，方才风度翩翩的形象荡然无存。尤其是你苏阿姨，你丢了以后，她每天哭得跟泪人似的。我叫南星。南星纠正，目光掠过司长林哭得通红的双眼，表情出乎意料的冷漠。当年苏福雅遗弃他的事，他不相信司长林不知道，现在在他面前装什么父女情深？司长林没有注意到南星眼底的冰冷，只当是女儿还不习惯这个新身份。他揉了揉南星的脑袋，看着他瘦成纸片的身子，满眼疼惜。看着这场突如其来认亲大戏，苏福雅的脸色忽明忽暗，指尖几乎将掌心抠烂。当年他亲手把年仅2岁的司管扔在一座毒蛇凶兽遍布的荒山上，这小贱人是如何侥幸存活下来的？你们还有完没完了？一旁的思妍见父亲的注意力全部跑到南星身上，顿时有种被忽视的感觉。他看向南星，气冲冲道：“既然她也是司家的女儿，又不嫌弃傅三少，那让她代替我嫁过去不就好了？”司长林闻言，脸色蓦地一沉：“这是你的婚事，跟南星有什么关系？再说，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要嫁给阿燕的，现在阿燕病了，你又反悔，这事要是传出去，司家还怎么做人？做人，你们就只在乎自己的颜面，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思妍说着又咆哮起来。司长林被思妍吵得脑袋疼，正要呵斥回去，身旁的南星淡淡道：“我可以嫁给他。”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思妍都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司长林蹙眉：“南星，这是思妍自己的事，你不用委屈自己。”“我不委屈。”南星道：“傅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首，嫁给傅三少一点都不亏。”司长林听到南星这么说，苏福雅赶紧添油加醋：“老公，你也看见了，妍妍是真的不想嫁给傅青燕，你这么逼她，万一逼出问题怎么办？而且要是没记错，傅司两家的婚事本就是许燕定下来的，如今她女儿回来了，又愿意代替妍妍嫁过去，说不定是上天的安排呢。”苏福雅一边观察司长林的脸色，一边竭力游说，就差赶紧把这个死丫头弄走写在脸上了。然而司长林却是铁了心不同意，他摆了摆手，冷冷道：“这是思妍自己的事，和南星无关，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司长林不再理会母女俩，将南星带到书房，询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南星将他被道长捡回仙云观的事如实道来，得知女儿是在道观长大，
司长林心疼不已，道观那种地方顿顿不见荤腥，还要天天早起挑柴烧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还好，南星表情平静，师傅对我挺好的。司长林感受到女儿的冷漠，无措地搓了搓双手。就在这时，南星再次开口：“司小姐的婚事，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司长林没想到南星还惦记着这事，短暂的沉默后，叹了口气道：“关于傅青燕的情况，你可能不太清楚，她得了一种怪病，终日卧床不起，傅家请了很多名医都没能治好她的病，不出意外，也就是这1-2个月的事了。”听到这个消息，南星并不意外，他摸了摸腰间的布包，表情清冷：“她不会死，我有办法救她。你能有什么办法？”傅青燕的身体没问题，只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正好我在道观学过一些驱邪的术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司长林有些惊讶，没想到女儿还有这样的本事，但很快又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傅家其实也请了几位大师过去，都没看出什么问题，只怕那些都是江湖骗子。南星一本正经：“我跟他们不一样。”司长林被南星噎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佣人着急着慌的声音：“先生，不好了，老夫人出事了！”南星跟着司长林来到2楼，还没靠近老夫人的房间，便嗅到一股浓浓的煞气。房间里，司长海死死抓着老夫人的手，声音哽咽道：“妈，我是长海呀，您不认得我了吗？”老夫人面色阴沉，看向司长海的目光空洞无神，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而他的脚边赫然扔着一把带血的剪刀。司长林快步上前，一眼就看到司长海脸上的伤，那伤口足有1寸长，正在向下淌血。“阿海，你先去处理伤口。”司长林一边催促司长海，一边将地上的剪刀踢远。老夫人从半年前开始犯癔症，总说房间里有怪声，后来性情逐渐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出手伤人。司长海依依不舍地放开老夫人的手，谁知下一秒，老夫人当着众人的面再次发起疯来：“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司长林赶紧抱住老夫人，对着佣人道：“去拿镇定剂过来。”与此同时，站在不远处的南星微微皱眉，老夫人周身被黑气萦绕，俨然是被邪祟上身的状态。顾不得多想，他快步上前，从布包里掏出一张黄色符纸，往老夫人背上一拍。第3章，房间里有邪祟。电光火石间，老夫人像是被点了穴似的瘫软在司长林怀里。司长林一阵恍惚，以为自己看花眼了。这房间里有邪祟，麻烦大家避让一下，容我把他请走。南星说完，众人露出诧异的表情。老夫人的房间里有邪祟，这小丫头怕是电视剧看多了吧？你这村姑少危言耸听了。司言气势汹汹地反驳，目光却是有些闪烁。医生都诊断过了，我奶奶得的是癔症，吃药就能好。南星懒得跟他废话，转而看向司长林。邪祟已经夺取了老夫人80%的心智，不出3日便会彻底霸占她的身体，到时候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她。话落，众人倒吸一口冷气，合着老夫人忽然发疯，是因为被鬼上身了。想起南星方才拍出的那一纸黄符，司长林意识到小丫头可能真有2把刷子，连忙道：“大家都出去，让南星留下来看看。”司言惊讶地睁大双眼：“爸，你还真相信他说的话呀？万一他学的是什么歪门邪道，把奶奶治死了怎么办？”“你闭嘴！”司长林本就被司言悔婚的事烦得要死，眼下听到他这么说，更是没什么好脸色。南星从小在道观长大，会些术法也是正常的。司言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被苏福雅拽着离开了房间。司长林将老夫人扶回床上，临走前有些担心地问：“南星，真的不用爸爸留下来陪你吗？”“不用。”南星摇头，“那邪祟道行不深，我已经用上了治邪压煞符，他不会再动手伤人的。
待房间里的人全都走光，南星打开斜挎在身上的布包，从里面掏出一张通灵符，用口诀点燃，随着火光将符纸一点，点燃成灰烬，笼罩在老夫人身上的黑雾逐渐实体化，浮现出本来的轮廓。此时，走廊里，苏福雅将思妍拽到一边，低声道：“妍妍，你是不是傻？那丫头既然愿意替你嫁给傅青燕，你就该好好哄着她才是，不然万一她反悔，受罪的不还是你吗？”思妍这会儿的心思都在另一件事上，根本没心情听苏福雅说这些。她望着房间的方向，心里七上八下的敷衍道：“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说她就是了。”10分钟后，房门打开，南星从里面走了出来。司长林连忙问：“怎么样？那东西还在吗？”“暂时不在了。”南星说完，众人神色各异。暂时不在了，那不就是还有可能回来？正这时，南星从身后拿出一样东西，问：“这是谁买的？”思妍正惴惴不安，看到南星手上拿着的东西，脸色倏然变得惨白。这是妍妍去四台山旅游时带回来的南极仙翁，有什么问题吗？司长林有些疑惑。东西本身没什么问题，只是话没说完，思妍便一个箭步冲过来，惊慌失措地将南极仙翁夺走。“这是我送给奶奶的生日礼物，谁让你乱碰的？”南星双手抱胸，表情有几分戏谑：“我又没把它怎么样，你急什么？我只是怕你摔坏了。”“南星，你接着说，仙翁到底有什么问题？”司长林打断思妍，显然已经没了耐心。南星没再卖关子，气定神闲道：“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这尊仙翁虽然重，里面却是空心的，应该是藏了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砸开看看就知道了。”此话一出，思妍眼中的恐惧更甚，她咬紧牙关，怒斥道：“死村姑，你有毛病吧？奶奶只是岁数大了，脑袋不清醒，跟仙翁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仙翁是开过光的，砸坏了你赔得起吗？”苏福雅也跟着附和：“是呀，南星，开过光的东西砸坏了就不灵了。”南星懒得跟母女俩浪费口舌，只道：“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不信就算了。”说罢，抬腿就要走。司长林见状也不管其他，直接从思妍怀里抢走仙翁，用力砸向地面，伴着思妍的尖叫，仙翁4分5裂，同时也摔出了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尊铜像，大约1掌大，脸似婴儿，却面目诡异，叫人望而生寒。司长林弯腰捡起铜像，脸色凝结成霜。他看向思妍：“这是什么？”思妍支支吾吾：“不，我不知道，这是古曼童。”南星帮他回答：“古曼童分很多种，有些是用来招财辟邪，有些则是用来加害旁人，但无论好坏，都需要潜心供奉。至于您手上的这个古曼，因为长时间没人真心供奉，已经产生了怨气。”司长林闻言，眼底厉色更浓，他沉着声，一字一句：“所以老夫人是因为他才变成这样的。”第4章感应照片。不是，南星摇了摇头，真正害老夫人发疯的是这个古曼童的生母。思妍闻言，脸色又白了几分。刚才我用通灵符和邪祟沟通，得知她10年前难产而亡，之后便一直徘徊在女儿身边。可惜因为她的陪伴，女儿被阴气侵蚀，去年也车祸身亡，还被做成了古曼童。她本没有害人之意，哪怕女儿被做成古曼童，也只是希望有缘人能将她好好供奉起来，让她做一只快快乐乐的小鬼。但不知道是谁把这铜像放进了仙翁里。说到这，南星神色微凛。南极仙翁主福禄，对古曼童来说，囚禁着他的桃木无异于无间炼狱。女人就这么听着孩子没日没夜的哭号，最终怨念缠身，起了杀意。听到南星这么说，苏福雅又看一眼司长林手中的铜像，顿时汗毛直立，慌忙道：“长林，快把那东西扔了！”“别扔！”南星顿了顿，现在它只是一尊普通的铜像，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不是说桃木有驱邪的功效？那婴灵本就怨气不足，长时间待在里面，早就灰飞烟灭了。这也是为什么那女人执意要留在这里，借老夫人的身体向司家人寻仇的原因。司长林万万没想到，老夫人发疯背后的真相竟然是这样。他再次看向思妍：“思妍，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东西是不是你放进去的？”思妍吓得一个踉跄，连连摇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苏福雅急坏了，连忙帮着辩解：“老公，妍妍的性子你是知道的，她虽然骄纵了些，但心眼不坏，肯定卖仙翁的人暗中动的手脚。仙翁是四台山请来的，还开过光，如何动手脚？”司长林歪一眼苏福雅，心下已经有了答案。思妍从小被娇生惯养，唯独重男轻女的老夫人不把她放在眼里，想来是她心里不满，才会想出这种阴险的法子对付老夫人。见司长林开始怀疑自己，思妍顿时红了眼眶，跪在他面前哭哭啼啼道：“爸爸，你相信我，我是绝对不可能害奶奶的。”司长林不想听思妍解释，大手一挥：“来人，把他给我关起来！”佣人将地上的桃木碎片打扫干净，唯独那放在地上的铜像，谁也不敢碰。虽然南星说里面的怨灵已经灰飞烟灭了，但一想到里面曾经装着个孩子的魂魄，众人便觉得十分晦气。就在这时，南星弯腰捡起丑陋的铜像，拍拍上面的灰，揣进兜里。佣人们，这孩子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呀。另一边，司长海已经处理好脸上的伤口，得知南星就是18年前丢失的小侄女，司长海震惊的同时，亦是喜不自胜。管管，还记得我是谁吗？司长海脸上贴着纱布，一扯嘴角，伤口差点崩开。南星答非所问：“我叫南星。”司长海有一丢丢尴尬，但喜悦的情绪还是占了上风。南星是司家的第一个女孩，当年出生的时候，可谓是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可惜天妒红颜，弟妹早早撒手人寰，她这个小侄女也在2岁的时候莫名其妙失踪了。我叫司长海，是你大伯，你还有2个堂哥，小时候你天天找他们2个骑大马，有印象吗？南星嘴角一抽，没什么印象了。也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司长海叹了口气：“你刚失踪那会儿，你2个堂哥哭得不行，还发了3天3夜的高烧。”司长海是个很健谈的人，拉着南星说个不停，直到南星提出有事要忙，才从喜提侄女的兴奋中回过神来。“你去忙吧，正好大伯给你堂哥们打个电话，他们知道你回来了，一定很高兴。”南星回到卧室，将铜像端端正正摆放在桌上，而后掏出一张符纸，掐指点燃，口中喃喃道：“太上敕令，超辱孤魂，脱离苦海，转世成人。”随着口诀缓缓道出，一缕黑气从铜像中挣扎而出，逐渐幻化成一团氤氲的人形。他说铜像里没东西了是骗人的，其实他是把那女鬼暂时封印在了里面。南星定了定神，对着黑雾道：“我知道你余恨未消，但你的孩子已经魂飞魄散，继续留在这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不如早点转世投胎，去迎接新的生活。到那时，你会有爱你的家人，会有可爱的孩子，你会以另一个身份继续履行母亲的职责，再续今生因果。”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南星说的话，黑雾挣扎的幅度似乎小了一些。南星继续道：“虽然你的孩子已经魂飞魄散，但这铜像里还残存着他的一丝余念，或许你听过他心中所想，就不会再执着于此了。”话落，南星2指并拢，做了个取的动作，从铜像中牵出一缕青丝，缓缓注入黑雾之中。与此同时，耳边传来一道孩童的声音：“妈妈，离开这里吧。我知道您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您，但您继续留在这里，只会伤害更多无辜的人。虽然这一世我们母女缘浅，但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知道您是爱我的。妈妈，我走了，希望来世的您
能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母亲。听到孩子的心声，人形黑雾用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无声哭泣。须臾，黑雾围着铜像依依不舍地转了一圈，最终消散在空气中。南星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印象里，他也有一个温柔的母亲，只是这么多年过去，早就不记得母亲长什么样了。想到司长林说这里是母亲生前住过的房间，南星四处转了转，没想到还真让他在抽屉里翻出一本相册。南星打开相册，入目的是一张全家福，两位老人坐在中间，司长林和许嫣站在后面，怀里抱着个奶乎乎的小女孩。许嫣的眉眼和她有7、8分相似，目光干净纯粹，就像夜空中的繁星。只是第5章见到傅三少，照片里的许嫣虽然在笑，但她的笑容里却透着一股浓浓的悲伤。为了搞清楚这股悲伤的情绪从何而来，南星取出一张空白符和一支笔，左手触摸照片，右手执笔在符纸上画出图案，随后掐诀点燃，随着符纸烧成灰烬，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画面，有爷爷指着许嫣怒骂的，有许嫣和司长林对峙的，竟然还有苏福雅温柔安慰司长林的。随着涌入脑海中的画面越来越多，南星的情绪越来越悲伤。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忍不住大口喘息起来。他在道观为母亲卜过卦，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因病去世，现在看来，这中间另有隐情。待呼吸平复下来，南星忽然觉得头晕的不行，赶紧躺到床上。他的气运变差，精力很容易透支，本想着稍微躺着歇一会儿，没想到这一躺，竟然直接睡了过去。翌日，佣人敲响房门：“大小姐，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南星睁开惺忪睡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还穿着睡衣。从前的他身壮如牛，徒步爬山20公里都不觉得累，现在却因为被傅青燕牵连，用了点悬竹就昏死过去，连别人给他换衣服都毫无察觉。而且他在梦里好像还听到了思妍的哭喊和惨叫声。南星换好衣服下楼，司长林看到他，脸上即刻扬起笑容：“南星，昨晚睡得还好吗？”“还好。”南星在司长林对面坐下，发现只有他们2个人，其他人呢？浩浩去上学了，妍妍不舒服，你苏阿姨正在照顾她。司长林一边说，一边将吃的都推到南星面前：“快吃吧，吃完带你去傅家。”南星一顿：“您改变主意了？”司长林点点头，经过老夫人的事，他已经确信南星是真的有本事了。既然如此，不妨带他去碰碰运气。傅宅，司长林按响门铃，管家把门打开，看到司长林，脸上扬起殷切的笑容：“司总，早上好。”司长林微微颔首，向旁边迈了一步，露出身后的南星。管家刚要打招呼，看到来人是昨天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笑容即刻僵在脸上：“这是我女儿，南星。”司长林搂住南星的肩膀，眼底的慈爱几乎要溢出来。“管家，不是，这丫头怎么成司总的女儿了？她记得司总只有一个女儿啊。”南星倒是不记仇，见管家印堂有点发黑，贴心地提醒他：“管家伯伯，你这2天睡觉的时候最好开着灯，不然傅三少身上的邪祟会缠上你。”管家闻言，整个人直接裂开。昨天南星离开之后，他的脑子里一直回荡着那句活不过60岁的诅咒。本来过去1个晚上，情绪调整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一大早又遭到一记重击。正这时，2楼传来一道声音：“长林。”南星循声看过去，见一个身高影长的中年男人从楼上走下来。男人身穿黑色居家服，相貌英俊，眼角处的细纹非但不显苍老，反而透出一丝成熟男人的韵味。南星一眼就认出他的身份，正是傅青燕的父亲傅玉生。傅玉生款款走到2人面前，目光落在南星身上时，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司长林果然没说谎，这孩子和许嫣长得很像。玉生，这就是我和许嫣的女儿南星。司长林向傅玉生介绍，又把他给老夫人驱邪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傅玉生。傅玉生听了，表情有些微妙。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事实证明，南星是真的有点本事在身上的，想来是遗传了许嫣。我母亲也会玄术。南星有些意外。司长林点头，当年你母亲在海城卜卦算命，帮我逢凶化吉，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傅玉生曾经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但自从傅清燕久病不愈，他的想法就转变了。听到司长林把南星夸得天花乱坠，他二话不说，带着父女俩前往傅清燕的房间。房间里，一位美妇人坐在床边，满眼忧愁地望着躺在床上的青年。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美妇人循声回头，目光落在南星身上。阿雪，她就是长林和许嫣的女儿。南星，傅玉生说完，战雪双眼微亮，口中喃喃道：“像，真的很像。她和许嫣年龄相仿，又很投缘。当年许嫣过世，他比谁都难过，眼下看到许嫣的女儿活生生站在眼前，战雪恍如隔世。他起身走到南星面前，两只手捧起他的脸，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南星，这是你傅叔叔的妻子，也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战雪阿姨。司长林向南星介绍。南星盯着战雪看了几秒，淡淡道：“傅太太好。”听到如此生疏的称呼，战雪愣了一下。他敛起眼底的失落，在心里安慰自己，南星走失的时候才2岁，这么多年过去，不记得他很正常。南星没有跟战雪过多寒暄，径直走到床边，看向躺在床上的傅清燕。男人鼻梁高挺，眉眼清俊，一张脸苍白如纸，眉头微微皱着，额头上渗出细细密密的冷汗。传闻傅清燕是傅家3位少爷中最优秀，也是长得最好看的，只可惜现在和半个死人没什么区别。见男人身上萦绕的浓重黑气，南星表情严肃地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符，贴在傅清燕的胸口上。谁知符纸接触到男人的瞬间，竟然化为焦黑色。南星蹙眉，第6章，用力抱住他。这只邪压煞符是师傅亲手绘制的，普通邪祟根本招架不住，可傅清燕身上的黑气，竟是直接把符纸毁掉了。傅玉生和战雪看到眼前的场景，皆是一惊。玄术这种东西，两人以前只是听说，但刚刚他们亲眼看到符纸变成了黑色。战雪回过神来，迫不怒气上涌急待地问：“怎么样？阿燕还有救吗？”南星点头：“有救。这家伙可是跟他气运相连的人，就算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也得想办法给拽回来。”南星遣散众人，独自留在房间里，再次抽出一张制邪压煞符，掐指念出一段加固口诀，符纸边缘瞬间冒出金光。南星指尖夹住符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拍在傅清燕的胸口。黑气遇到金光，开始剧烈震颤，不消片刻，便被符纸吸了进去。南星稍稍松了口气，但悬着的心并未放下，因为他感觉到傅清燕不是单纯的撞邪，而是被人下了恶毒的诅咒。对方以自身寿命为契，诅咒傅清燕不得好死，并且成功了。大哥，你这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啊？南星小声嘟囔，颇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他看过傅清燕的生辰八字，这家伙财星官星繁荣，命中自带天医。如果不是有人不惜折损阳寿也要诅咒他，至少能享3世帝王命。而作为和他气运相连的自己，也会被他的好运影响，在玄学之路上一展宏图。但现在，南星抿了抿唇，傅清燕被下的诅咒十分歹毒，只有找到那个诅咒他的人，并将那人的血和傅清燕的血混合在一起，再由大师做法，才能将诅咒彻底解除。思忖间，床上的男人忽然抓住他纤细的手腕，往怀里一拽。
南星毫无防备地趴上傅青燕结实的胸膛，在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被男人紧紧抱在怀里。傅青燕的身上很冰，像死人一样冰。南星感觉到男人抱着自己的手臂越来越紧，与此同时，身体的某处像是打开闸门，气韵源源不断地渡向傅青燕。南星一惊，连忙从傅青燕怀里挣脱，紧接着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听到房间里的动静，司长林等人冲进来：“南星，出什么事了？”司长林急忙扶起女儿，脸上的担忧清晰可见。南星摇了摇头：“没什么。”气韵相连的两个人，其中一方气韵不足时，会本能地从另一个人身上索取。方才傅青燕那一抱，从他身上渡走了不少气韵，害得他腿都软了。战雪唇瓣紧抿，视线掠过傅青燕胸口上贴着的符纸时，心脏一沉，惶恐地问：“那东西是不是很厉害？”南星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夫妻俩：“傅三少可有仇人？”傅玉生思忖片刻，道：“仇人谈不上，最多是竞争对手。”阿燕接手傅氏工作后，拿下了星光商业街的项目。京城齐家一直对这个项目虎视眈眈，若说有仇，也只能是他们了。闻言，南星若有所思。京城四大家族分别为傅家、齐家、霍家、司家，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当属傅家和齐家。难道是齐家人给傅青燕下的诅咒？南星，为什么忽然这么问？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司长林追问。南星，傅三少被人下了诅咒，对方以自身阳寿为代价诅咒他生不如死。想解开这个诅咒，必须找到那个给他下咒的人。夫妻俩一听，眉头倏然拧紧。司长林亦是一脸震惊，原来傅青燕忽然病重，是因为受到了诅咒。难怪好端端的一个人忽然就不行了，怎么才能找到那个下咒的人？战雪迫不及待地问。施咒者受到反噬，自身也会被死气缠绕，只要我见到对方本人，就能确定是不是他干的。必须见到本人才行吗？傅玉生问。南星点点头，若是放在以前，他只需要通过照片就能感应出来，但现在他的灵力被傅青燕拖垮，也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了。既然如此，司长林顿了顿，阿燕和妍妍的订婚宴就在月底，到时京城各大家族的人都会到场，正好可以让南星当面筛选。您确定思妍会出席？南星半点面子也没给思妍留，他昨天不是还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取消婚约，说他不想嫁给傅三少守活寡。话落，傅玉生和战雪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傅青燕生病以来，思妍从没来探望过。夫妻俩虽然不说，心里却早已不满。毕竟当初是思妍死活要嫁给傅青燕，若不是两家交情匪浅，怕是早就撕破脸了。司长林没想到南星会忽然提这事，尴尬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南星，你怎么在叔叔阿姨面前说这些？我只是想告诉傅先生和傅夫人，我愿意代替思妍嫁给傅三少。”南星表情淡定：“据我所知，母亲生前为我和傅三少定下过娃娃亲，一来我想完成母亲的遗愿，二来我也有信心解开傅三少身上的死咒，但前提是我必须做傅家的少夫人。”司长林瞠目结舌，俨然被南星坚决的态度惊到了。他还以为南星昨晚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这丫头竟然铁了心要为思妍跳这个火坑。南星，你真的愿意吗？战雪激动地握住南星的双手。万一，我是说万一，那个给阿燕下死咒的人没找到，连累到你怎么办？南星看着战雪的眼睛，一脸认真道：“那我就下去陪傅三少。”司长林一听这话，脸都黑了。他这闺女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战雪没想到南星如此真挚，泪水瞬间打湿眼眶。自从阿燕生病，追在她屁股后面的女孩子全都作鸟兽散，只有你不嫌弃她。南星扯了扯嘴角，心想她哪敢嫌弃，
他的命可是在傅青燕手里握着呢。订婚宴换人的事很快就敲定了。司长林虽然于心不忍，但考虑到南星个人的意愿，还是咬牙答应下来。司长林和南星离开后，战雪继续守在傅青燕身边。恍惚中，他看到傅青燕原本苍白的脸庞竟然红润了几分，一天到晚拧紧的眉头也松开了。战雪欣喜不已，连忙叫傅玉生过来：“玉生，你快看看咱们的儿子，脸色是不是好多了？”傅玉生点头，确实好多了。许嫣的女儿果然厉害，随便2下子就把阿燕从鬼门关拉回来了。战雪说着，眼眶又红了起来。傅玉生搂住战雪的肩膀，轻轻拍了拍：“天无绝人之路，阿燕能娶到这样的妻子，是她的福气。”此时，司言趴在床上，背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鞭痕。“宝贝，忍着点儿，妈妈给你上药啊。”苏福雅手里拿棉签，棉签碰到伤口的瞬间，司言发出杀猪般的哀嚎。第7章，未婚妻换人了。昨晚铜像一事败露后，司长林将他叫到房间严刑逼问，司言扛不住鞭子的抽打，把做过的事全都招了。他告诉司长林，南极仙翁不是四台山请来的，而是找人定做的，古曼童也是从代购那里买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老夫人重男轻女，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气不过，便弄了这么个邪物放到老夫人屋子里，想吓唬吓唬她。谁成想，竟然酿成大祸。司长林听完司言的解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养出了个什么混账东西，又抽了几十鞭，直到司言晕过去才罢休。言，你真的太糊涂了。苏福雅看着遍体鳞伤的女儿，心都在滴血。你父亲是个很孝顺的人，你把主意打到老夫人头上，相当于往她的心尖上捅刀子呀。司言咬了咬牙，2只手攥紧床单，恶狠狠道：“都怪那死村姑坏了我的事，我跟她没完。她把古曼童藏到南极仙翁里，就是怕人发现。没想到那个南星就像长了天眼一样，一下就识破了他的诡计。这话你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可别让你爸爸听见，他对南星有亏欠。你越是在那丫头面前耀武扬威，他越会觉得你不懂事。可我就是讨厌他，我知道你讨厌他，但你别忘了，他可是能帮到你的。”苏福雅说着，眼底划过一丝阴险。等她嫁到傅家，司家的小公主不还是你吗？听到母亲这么说，司言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傅青燕病得这么重，肯定是活不长了。等她死了，南星就成了寡妇，在傅家也没人能帮她撑腰。到时候看她还能拿什么跟自己比。2天后，一辆加长版迈巴赫停在司家别墅前。南星刚刚做完晨练，正准备回去吃再早饭，就听到佣人们交头接耳的声音：“是傅三少，傅三少来了啊！傅三少不是快死了吗？”嘘，小点声。南星驻足，朝远处看过去，目光所及之处，战雪开门下车，在司机的帮助下，扶着虚弱的傅青燕坐到轮椅上。男人身穿白色休闲装，膝盖上搭着一条灰色毛毯，周身被浓稠的黑气包裹得密不透风。而在他腰间的命门处，一缕金色气运线悬浮在空中，和他连接在一起。南星，战雪看到他，脸上洋溢着慈爱的笑容。南星回过神来，朝战雪微微颔首：“傅太太，别叫傅太太，叫战阿姨吧。你小时候都是这么叫我的。”南星抿了抿唇：“战阿姨。”战雪这才满意。2天不见，傅青燕的状态好了不少，虽然脸上还是没什么血色，但至少意识是清醒的。“阿燕，这就是你的未婚妻。”南星，战雪热情地介绍。傅青燕上下打量南星，一双凉薄的眸子里没什么情绪。她从父母那里得知自己的未婚妻换人了，从私家大小姐变成了这位来路不明的小道姑。“傅三少，你好。”南星不咸不淡地打了声招呼，目光忍不住在男人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多停留了片刻。傅青燕淡淡地嗯了一声，
态度冷淡疏离，多一个眼神都不愿意给他。南星实在不好意思，阿燕久病不愈，性格变得有些冷淡，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战雪急忙解释，没关系，南星并不在意，反正我嫁给他也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和他这个人没关系。战雪听到南星这么说，傅青燕掀起眼皮看他一眼，脸上的表情仍旧波澜不惊。对他来说，面前的女人只是联姻工具，既然是工具，是谁都一样。得知傅青燕忽然到访，司长林和苏福雅连忙出来迎接。至于思妍，直接跑进房间把门反锁，谎称身体抱恙。他才不想见那个短命鬼，总觉得见了他，自己也会染上晦气。客厅里，双方父母坐在两侧，中间夹着个南星。上次南星给阿燕贴了章符之后，他的气色好多了，当晚也没做噩梦。但是从昨晚开始，又开始反复。战雪捧着茶杯，表情有些局促。所以我和玉生想着，干脆让阿燕住过来，万一有什么问题，也方便让南星看一看。南星，他要不要告诉战雪，傅青燕之所以没做噩梦，并不是符纸的威力，而是因为那天他抱了自己，渡走了自己的气运，这恐怕不妥吧？苏福雅听到傅青燕要住过来，吓得连忙表态：“咱们两家本来就有婚约在。”阿燕忽然住过来，人家恐怕会把她当成上门女婿。听到苏福雅这么说，傅玉生面色一沉，上门女婿又如何？南星是阿燕的救命恩人，阿燕给他当上门女婿也是应该的。南星，苏福雅一愣，阿燕要娶的人不是，忘了告诉你，我决定让南星嫁给阿燕了。司长林放下茶杯，语气不咸不淡。苏福雅一听，瞬间喜不自胜，老公，你是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战雪冷冷看他一眼，某人的女儿看阿燕病重，跑得比兔子还快，这样的儿媳我们就算敢娶，也无福消受。苏福雅闻言有些下不来台，不过她并不在意，如今她只是被战雪阴阳几句，但她的宝贝女儿可是从火坑里逃脱了，怎么想都是赚的。傅玉生和战雪离开后，苏福雅连忙来到女儿的房间。此时，思妍和思浩姐弟俩正窝在床上打游戏。苏福雅走到思妍面前，一把抢过她的手机：“别玩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爸爸同意南星替你嫁过去了。”闻言，思妍唰的一下坐直身体，因为动作太大，不小心扯到身上的伤，疼得嘶了一声：“宝贝，小心点。”思妍这会儿也顾不得疼了，忙不迭问：“那傅叔叔和战阿姨呢？他们也同意了？”“同意了，太好了。”思妍神采奕奕：“我就知道，爸爸还是疼我的。那村姑就算是爸爸的女儿又如何？她从小没在思家长大，爸爸对她肯定也没多少感情。”听着母亲和姐姐的对话，思浩顿感不妙，他看向思妍：“姐，你真不打算嫁给阿燕哥哥了？他都快死了，我嫁过去守活寡吗？可是阿燕哥哥答应送我一套赛车模拟器，你要是不嫁给他，他肯定就不送我了。”思妍无语凝噎，伸手凝住思浩的耳朵：“你姐姐的幸福和一个破模拟器比起来，哪个重要？真是服了你！”思浩被揪得嗷嗷叫，声音大到门外路过的南星都听见了。南星手里拿着战雪送他的玉镯，正准备回房间收好，谁知推开门，竟然和轮椅上的男人打了个照面。南星，傅青燕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他的房间，此刻正坐在窗边慢条斯理地翻着书，见他进来了也不急，修长手指将书往腿上一扣，淡淡道：“你过来，我们谈谈。”南星，这家伙到底吸走了他多少气运，都有力气跟他谈判了。第8章，谈谈我们的婚事。南星走到傅青燕面前，问：“谈什么？”“谈谈我们的婚事。”傅青燕垂眸，视线掠过南星手中的传家宝玉镯时，眼底闪过一丝讥诮：“我不知道你嫁给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和思妍一样，大可以现在放弃，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谁说的？”南星眨眨眼：“你爸妈没告诉你吗？
我可以救你的命，就凭你，就凭我。南星态度不卑不亢，明明是很嚣张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意外的不让人反感。傅青燕看着南星瘦弱的小身板，脑海中不知怎么忽然冒出2天前鬼使神差抱住她的画面，浓眉微微上扬。就算如此，我也必须跟你说清楚，我这个人最讨厌联姻，就算你治好我的病，我也不会看在你是救命恩人的面子上就对你忠贞不渝。我会和各种女人约会，会夜不归宿，会把你当空气。你嫁给我，只是多了一个三少夫人的头衔，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有。南星平静地看着傅青燕，半晌，问：说完了？说完了就走吧。南星将玉镯收进抽屉，这里是我的房间，我们还没结婚，你就随便闯进来，不觉得有点冒失吗？傅青燕眼皮一跳，他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南星房间里的气场让他感到很舒服。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南星后退一步，和傅青燕保持距离。我的意思是，不要碰我。他和傅青燕共享的气运已经不多了，若是再相互消磨，早晚会消耗殆尽。傅青燕以为南星是在阴阳他上次抱他的事，忍不住轻嗤：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误会了。南星打断傅青燕：你被人下了死咒，现在是个实打实的大怨种，靠近你的人都会倒霉。我只是不想被霉运缠身而已。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不在乎。南星话锋一转，波澜不惊的眸子里盛着捉摸不透的情绪。傅家和司家的婚约是老早就定下来的，司言嫌你是个病秧子，不愿意嫁给你，只能由我代劳。当然，我也确实贪图三少夫人的身份。南星顿了顿，我从小在道观长大，就算被父亲认回来，这个家也早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为我傍身。南星说得很直白，虽然这番话里3分真7分假，但听上去却是煞有介事。即使有名无实，傅青燕食指轻轻敲打轮椅扶手，眼底划过一丝玩味。有名就够了。南星道：再说，你现在除了这个名，也没什么能给我的了。傅青燕谈话结束，南星盯着傅青燕，等他离开。然而傅青燕的轮椅却纹丝不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有南星在的地方，总是让他感到很温暖。久病不愈的他，像是在冰窟里冻了1个世纪那么久，遇到点温暖，便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南星深呼吸，干脆利落地绕到傅青燕身后，准备将这个大怨种推出去。他的气运本来就不多了，再被傅青燕这么一吸，简直是雪上加霜。傅青燕一怔，意识到南星在做什么，脸色当即一沉。他傅青燕长这么大，还从没被女人这么对待过，偏偏这女人还是他没过门的未婚妻。南星，我劝你对我好一点，不然等我病好了。南星无视傅青燕的威胁，直接把她推到门外。谁知下一秒，砰！傅青燕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道闷响，男人调转轮椅方向，竟看到南星晕倒在地上。哥，你说他不会睡死过去吧？他只是太累了，再累也不能睡12个小时啊！迷迷糊糊间，南星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他缓缓睁开双眼，看到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守在他的床边。这是幻觉。南星闭上眼睛，睁开，再闭上，再睁开。就在这时，司环宇注意到南星睁眼了，兴奋道：哥，快看，他醒了。司明阳连忙看向南星：妹妹，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哪里不舒服吗？南星使劲眨眨眼，终于反应过来，面前这2个人不是重影，而是双胞胎。大伯司长海说他有2个双胞胎堂哥，应该就是他们没错了。南星挣扎着坐起来，问：几点了？晚上9点。司环宇抢答：你上午莫名其妙晕倒了，睡了整整1天。南星闻言，回想起昏迷之前发生的事，傅青燕擅闯他的房间，趁机吸走了他所剩无几的气运，导致他当场晕厥。这个可恶的家伙！南星，你渴吗？要不要喝水？
司环宇问。南星点点头。见状，司环宇一个弹射起身，不消片刻，便端了一杯温水过来。趁着喝水的功夫，南星偷偷打量两人。不得不说，他这对双胞胎堂哥生得十分英俊，两人的容貌乍看找一下有8、9分相似，但仔细观察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大哥司明阳气质温润，眼角有一颗泪痣，身上是低调的条纹卫衣；二哥司环宇活泼开朗，五官相对硬朗，戒指、手链、项链各种时尚单品一应俱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两个人看着很眼熟。妹妹，你这些年在道观吃了不少苦吧？司明阳轻声开口。听父亲说，小时候的事你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我们吗？南星的记忆一片空白，但不想伤了两个哥哥的心，还是道记得一点，但很模糊了。司环宇，不记得我们没关系，我们可是记得你。你的模样和小时候没怎么变，还是一样漂亮。通过聊天，南星得知大哥司明阳是医学系高材生，毕业后被傅玉生高薪聘请成为傅家的家庭医生。二哥司环宇是一名当红流量小生，如今事业正在上升期，坐拥女友粉无数。南星顿时茅塞顿开，难怪他觉得两人这么眼熟，原来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他记得很清楚，半年前他在道观夜观天象时发现京市有一场大规模的血光之灾。第二天新闻就报道京市体育馆发生了上千人的踩踏事件，而当天有70%的粉丝都是为了司环宇去的。南星当时看了一眼司环宇的照片，还跟师傅吐槽说这人长得也就一般般，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友粉前仆后继地为他买单。如今被他吐槽的对象就坐在对面。南星，听说你要代替思妍嫁给阿燕。司明阳蓦地开口，将南星的思绪拽回。第9章，看到他进了大哥的房间，他点点头，婚约是我母亲定下来的，我想完成他的遗愿。司明阳没有怀疑南星的说辞，他叹了口气，道：阿燕虽然是我的朋友，但这门婚事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清楚。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南星语气淡淡，傅三少被人下了死咒，只要把死咒解开，她就是百年难遇的富贵命，嫁给他做老婆，我只赚不赔。司明阳没想到他这个堂妹说话这么直接，不过也好，至少不用跟他兜圈子了。我不是质疑你的选主，而是……司明阳顿了顿，阿燕她有喜欢的人。话落，空气忽然变得有些安静。南星眉梢微挑，是谁？司明阳摇了摇头，他没说过，但有次他喝醉了，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小丸子，可能是那个女孩子的小名。作为哥哥，我希望你能幸福，但我可以确定，阿燕给不了你幸福。傅青燕用情专一，这么多年都对那个女人念念不忘，妹妹嫁给他，必定要吃爱情的苦。南星若有所思，片刻后蓦地抬眸，既然如此，等他找到那位小丸子，再让他做选择。司明阳、司环宇之前听父亲形容，他们还以为自家堂妹变成了冷若冰霜的玄学大佬，合着还有附加属性，恋爱脑。见南星态度坚决，司明阳没再劝他，准备找时间再跟傅青燕好好谈谈。此时花园里，思妍坐在秋千上，抬头望着2楼南星那间房透出的暖光，咔嚓一口苹果咬下去，带着泄愤的味道。从前2个堂哥过来串门，都会先跟他打招呼，今天倒好，听说南星晕倒了，二话不说就进了他的房间，一直陪到现在，好像一夜之间，司家的小公主就不止他一个人了。思妍越想越恼火，如果不是这个村姑忽然出现，同巷的事也不会败露，爸爸也不会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堂哥们的注意力更不会转移到他身上。正在这时，司浩气冲冲地从远处走过来，嘴里还嘟囔着：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思妍叫住他：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司浩往他旁边一坐，气呼呼道：
我刚才在走廊说话，二哥出来警告我，说我说话声音太大，吵到村姑休息了。这里不是咱们的家吗？怎么还要看一个外人的脸色呀？”思妍正因为南星的事心烦，听到弟弟这么说，连忙附和：“你才看出来，他才来几天呢，就已经把自己当思家的大小姐了，真是可笑。”思浩闷闷不乐：“姐，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压一压他的气焰？”思妍思忖片刻，忽然想到什么，低头凑到他耳边交代一番。思浩起身：“好，我这就去。”深夜，南星画了2张安睡符，让佣人分别给老夫人和傅青燕送去。携物请走后，老夫人不再发疯，但白天还是昏昏沉沉的，晚上容易被噩梦惊醒。1张安睡符可以确保她一夜无梦。第2天清晨，南星被外面嘈杂的声音吵醒，他揉着惺忪睡眼走出房间，见司环宇站在客厅里，义愤填膺道：“那块玉佩是我爸重金求来给我哥辟邪的，莫名其妙丢了，算怎么回事？”南星循声下楼，问：“出什么事了？”管家将来龙去脉如实道来，原来是司明阳早晨起来，发现挂在床头的玉佩不见了。眼下全家上下都在寻找这块不翼而飞的玉佩，谁拿了大哥的玉佩，赶紧承认，不然等玉佩搜出来，有你们好果子吃。思妍盯着眼前站成一排的佣人，气势汹汹地威胁：“二小姐，我们都是思家的老人了，就算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呢。”“是呀，二小姐，今早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都没靠近过明阳少爷的房间。”南星视线一转，见司长林和苏福雅坐在沙发上，司明阳和司浩也在，看样子事情闹得还挺大。那块玉佩我记得明阳一直带在身边，就这么平白无故消失了，实在说不过去。依我看，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凶手。苏福雅说完，客厅里的气氛变得更压抑了。就在这时，司浩忽然开口：“其实我昨晚看到有人进了大哥的房间。”司长林闻言皱了皱眉：“是谁？”司浩抿了抿唇，目光一转，落在南星身上：“是南星，我看到南星进了大哥的房间。”司浩说完，在场所有人齐刷刷看向南星。司长林虽然100万个不想相信儿子的话，但他既然站出来举证了，还是耐着性子问：“南星，玉佩是你拿的吗？”“不是我。”南星语气平静，甚至懒得为自己辩解：“是不是他？去他房间搜一下不就知道了。”第10章，一道符让他说真话。司浩说完，在场所有人齐刷刷看向南星。司长林虽然100万个不想相信儿子的话，但他既然站出来举证了，还是耐着性子问：“南星，玉佩是你拿的吗？”“不是我。”南星语气平静，甚至懒得为自己辩解：“是不是他？去他房间搜一下不就知道了。”思妍一声令下，管家带着佣人冲进他的房间。在等待的过程中，思妍走到南星身边，用只有他能听清的音量道：“跟我抖，你还嫩了点儿。”很快，管家便沉着脸走出来，手里拿着的赫然就是司明阳丢失的玉佩。“先生，夫人，这是在南星小姐抽屉里找到的。”思妍见状，立刻大呼小叫道：“好啊，玉佩果然是你偷的。”苏福雅皱了皱眉，佯装关心地问：“南星，你是缺钱吗？缺钱可以跟阿姨说，阿姨给你零花钱。”“凭什么给他零花钱？他都没把咱们当一家人。”司浩按照思妍的吩咐，火力全开，一致对外。昨天战阿姨送他的一只玉镯，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我看他就是见钱眼开。够了！司长林打断司浩，脸色明显不太好看。他转向南星，沉声问：“南星，你跟爸爸说实话，玉佩到底是不是你偷的？”南星闻言眸色微沉，眼底闪过一丝冰冷。他还以为司长林会无相信他，看来是他自作多情了。东西不是我偷的，是有人故意放到了我的房间。道教讲究因果报应，只有不懂这些的人才会无知地栽赃到我头上。南星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紧紧盯着思妍，像是意有所指。
我也相信东西不是南星偷的。沉默许久的司明阳忽然开口：“南星在道观长大，学的是道家思想，不可能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司言一听这话，错愕地看向司明阳：“大哥，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还为他说话？”争吵间，一道身影操控轮椅缓缓停在不远处。傅清燕坐在轮椅上，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一双深邃如墨的眸子越过簇拥着的人群，不偏不倚落在那抹纤细的身影上。方才他听到外面吵吵嚷嚷，便循着声音过来，没想到闹剧的主人公竟是他那位傲慢不驯的未婚妻。傅清燕不动声色地隔岸观火，他倒要看看这丫头是不是真的手脚不干净。既然玉佩已经找到了，明阳也不计较，那这件事就算了吧。苏福雅装出一副体恤的模样：“南星从小自由惯了，可能不太了解咱家的规矩，以后我和长林会慢慢教育他的。”苏福雅一句话直接坐实了南星小偷的身份，就连司环宇的内心都有些动摇。难道南星真是因为缺钱才偷走大哥的玉佩？思忖间，南星走到司浩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真言符，神不知鬼不觉地拍在他身后。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南星只是拍了下司浩的肩膀，动作还显得挺亲昵。“司浩弟弟，再问你一遍，你真的看到我进了大哥的房间吗？”司浩愣了一下，紧接着像是不受控制似的开口：“没有，我没看见。”众人一惊，司言的表情更是变得十分难看。“浩浩，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看到他进了大哥的房间，怎么又改口了？”南星捏了捏他的肩膀，继续问：“那你知道那块玉佩是怎么跑到我房间的吗？”司浩想按照司言交代的说，但一张嘴却变成了：“玉佩是我从大哥房间里偷出来放到你房间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姐姐讨厌你，我也讨厌你，所以她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偷走大哥的玉佩，栽赃到你头。”司浩话没说完，司言便冲过来，一把捂住他的嘴：“浩浩，你疯了吗？”司言大惊失色，为了让司浩清醒，故意在他胳膊上狠狠拧了一下。司浩嗷的一声喊了出来，他用力挣脱司言，想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但嘴巴就像是被施了法一样，根本刹不住闸。“姐，你掐我干什么？不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吗？你说南星就算替你嫁给那个短命鬼也没用，还要让他背上小偷的骂名，因为你就是见不得他抢了你的风头。”司浩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众人的想象。苏福雅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余光扫过司长林阴沉的表情，直觉大祸临头。其实从管家发现玉佩在南星房间里时，他就知道是司言在栽赃陷害了，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想帮女儿坐实南星偷窃的罪名。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子会突然倒戈，还把他和司言的所作所为全都抖了出来。“不是的，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慌乱中，司言忽然想到什么，伸手指向南星：“是他，一定是这个妖女对我弟弟施了什么法，他才会在这里胡说八道。”看着司言和司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司长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厉声道：“都给我闭嘴！”他大步走向司浩，将挡在他前面的司言拽开，冷声问：“司浩，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经过刚才的事，司浩彻底不敢张嘴了，他瑟瑟发抖地低下头，眼睛直勾勾盯着脚尖。司言气疯了，不明白司浩为什么忽然改口：“司浩，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玉佩到底是不是你拿走嫁祸南星的？”司长林死死盯着司浩，司浩瑟瑟发抖地点头：“是我拿走的，不过是姐姐指使的，混账东西！”司长林气不可遏，抬手在他脑袋上扇了一巴掌。苏福雅心疼坏了：“老公，浩浩还小呢，你骂骂他就行了，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司长林连苏福雅也不放过：“我平时不在家，看看你把司言和司浩惯成什么样子了，为了对付南星，连这么恶劣的手段都用上了。”苏福雅自知理亏，不敢再多说什么。
司长林稳定了一下情绪，对着司明阳道：“明阳，是我教子无方，让你看笑话了。玉佩的事，我让司言和司浩跟你道歉。”然而司明阳却是摇了摇头，向我道歉就不必了，毕竟玉佩找回来了，我也没损失什么。倒是南星被无端端泼了一盆脏水，要道歉，也应该是向他道歉。第11章订婚宴。听到司明阳这么说，司言表情哀怨，嘴唇都快咬破了。因为古曼童的事，他已经挨了父亲几十鞭，要是再认下嫁祸南星的罪责，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家立足？想着，司言愤愤道：“我没泼他脏水，是他威胁浩浩这么说的。你们不信就算了。”司长林还想说什么，就见司言气急败坏地转身走远。见状，司浩眼底闪过一丝惊慌，姐姐就这么走了，他一个人扛不住啊！司言，给我站住！叔叔，算了。司明阳温声开口，既然妍妍不想道歉，就别逼他了。他可能也是因为忽然多出个姐姐，心里不太舒服吧？多个姐姐难道不应该高兴吗？还不舒服，真有意思。司环宇冷笑一声，小声嘀咕。司明阳赶紧给他使了个眼色。苏福雅抿了抿唇，脸色愈发难看。司环宇这小子从小就跟他不对付，每次在他面前说话都阴阳怪气的，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司浩瞄一眼父亲铁青的脸，又想到司家可怕的家法，赶紧向南星鞠了个躬，像开了2倍速一样咕哝了句对不起，脚底抹油，朝司言追了上去。一场闹剧落下帷幕。司长林叹了口气，心疼地看向南星：“南星，对不起，爸爸带他们2个向你道歉，不用了。”南星语气淡淡：“玉佩找回来就好，其他的不重要，反正他在司家的日子也不会太久。等他把傅青燕身上的死咒解开，这里的一切就都跟他没关系了。”不远处，目睹了事发全过程的傅青燕微微挑眉，眼底闪过一丝玩味。他刚才似乎看到南星在司浩背上贴了什么东西，然后司浩就说了那些话。有意思。傅青燕轻敲食指，须臾操控轮椅转身离开。另一边，司浩追着司言回到房间，真言符的效力已经消失。他迫不及待地解释：“姐，我不是故意那么说的，是南星，他不知道对我做了什么，我忽然就只能说实话了。”司浩越说越害怕，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邪门的事，明明想说冬瓜，到了嘴边就变成了西瓜。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爸爸说？司言气不可遏。还有，那死村姑又不是神仙，还能控制你说什么不说什么？虽然他嘴上说南星是妖女，但其实根本不相信她有那么大本事，是真的。姐，你相信我。司浩急得不行。我当时想顺着你说来着，但是一张嘴就变了。就是在他拍我那一下之后，说到这，司浩忽然想到什么：“姐，你快看看我后面，他是不是给我贴什么东西？才让我乱说话的。”司言仔细检查了一番，紧接着一脚踹在司浩屁股上：“明明什么都没有，这不可能啊！我明白了，你小子就是看她要嫁进傅家了，所以想讨好她，是不是？”司言大小姐脾气发作，追着司浩一顿暴揍。司浩抱头鼠窜：“姐，别打我！姐！”苏福雅循声而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厉声道：“都别闹了！方才司长林把他狠狠数落了一顿，说他太溺爱孩子，把司言和司浩都惯坏了。眼下他正一肚子怨气，妈，姐姐打我！”司浩躲到苏福雅身后控诉：“打你怎么了？打你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帮着那个野种对付自己亲姐姐的？不是啊？”妈意识到这些人都不相信自己，司浩也有点生气了，支吾片刻，扭头气呼呼地走了。苏福雅关上房门，对司言道：“我不是说了吗？她马上就要嫁去傅家了，你怎么就是沉不住气呢？”司言也不想为自己辩解，往床上一躺，背对苏福雅。苏福雅坐到床边，想了想，还是放软语气：“
妍妍，这是最后一次，妈妈不想再看到你这么任性了。思妍轻哼，拽了个抱枕蒙住脑袋。苏福雅叹了口气，轻捏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现在不是跟他较劲的时候。眼下你恢复自由身，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更好的人家嫁过去，到时候还担心不能压他一头吗？”闻言，思妍心下微动，她撇开抱枕，蓦地坐起来。可是京城四大家族之中，当属傅家势头最盛，傅大少和傅二少又已经结婚了，傅家不行，还有齐家。苏福雅眼珠一转，我打听过了，齐家少爷齐玉堂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他和傅青燕一直势如水火，不相上下。订婚宴那天，我会安排你们两个见面。齐家，思妍眯了眯眼，表情若有所思。虽然齐家不如傅家地位高，但好歹也是四大家族之一。傅青燕一死，傅家必定落寞，到时候说不定领头的就是齐家了。半个月后，月光散落的海平面上，一辆巨大的白色游轮正朝着前方缓缓行驶。船舱内觥筹交错，乐声悠扬。今晚的订婚宴，除了四大家族之外，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受邀来到现场。一方面，傅斯两家联姻是大事；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今晚找到那个给傅青燕下死咒的凶手。人群中，思妍踩着高跟鞋缓慢踱步，犹如一只开屏的花孔雀。为了艳压男星，她今晚特意穿了一条酒红色高定晚礼服，配合雪白的皮肤，简直就是白雪公主走进现实。事实也的确如她所料，现场的宾客看到她，纷纷投来惊艳的目光。然而，这份惊艳很快就被鄙夷取代。她就是思妍吧？对，就是她。傅三少生病之后，她扭头就取消婚约，让自己姐姐顶上了。这么无情啊！面对众人的非议，思妍冷笑一声，并没往心里去。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毕竟身份和地位才是最实际的。思妍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不远处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上。男人西装笔挺，褐色头发梳到脑后，眉眼英俊疏离。此人正是他的新目标——齐家二少爷齐玉堂。正在这时，会场灯光变暗，随着一道聚光灯落下，众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那束光看去。第12章，傅少速战速决。聚光灯下，少女一身纯白色鱼尾晚礼服，乌黑长发挽在脑后，露出白皙纤细的脖颈和肩胛骨，犹如一朵出尘绝世的百合花。思妍愣在原地，须臾，手指一寸寸收紧。男星平时在家习惯穿道袍，看上去就像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思妍还以为，哪怕他穿上最贵的礼服，也掩盖不住身上的土气，却没想到男星的底子足够优秀，只是随便打扮一下，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白天鹅。倒是他，一身姹紫嫣红地站在这里，像极了用力过猛的小丑。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连齐玉堂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过去了。男人站在原地，微微晃动手中的高脚杯，墨眸一眨不眨地盯着聚光灯下那抹白色身影。姐，你冷啊？见思妍气得发抖，思浩还以为大厅空调太凉。闭嘴！思妍咬牙切齿。思浩无语凝噎。自打南星回来，他姐就跟吃了枪药一样，一点就着。傅玉生和司长林领着南星来到大厅正中央，在宾客们期待的目光中，司长林沉声道：“向各位郑重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大女儿，也是傅家未来的三少夫人司南星。”司长林提前告诉南星，介绍他的时候会加上司这个姓氏，至于私底下，还是会叫他南星。司总，恭喜恭喜，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宾客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祝贺着，全然没有注意到思妍的脸色已经黑成炭。如果不是南星快变成寡妇了，这个委屈他真是一点也不享受。介绍完南星的身份，傅玉生和司长林又亲自带他去认识京城有头有脸的贵客。牌面之大，嫉妒的思妍眼睛都红了。
她也是私家千金，怎么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难道就因为南星要成为富家的三少夫人了？怎么样，有可疑的人吗？司长林挽着南星的手臂，低声询问。南星摇了摇头。船上这些人身上自带煞气的不是没有，但都不至于给傅清燕下过死咒。傅总、司总，好久不见！一位宾客迎面走来。南星不习惯这种场合的寒暄，借口去洗手间，暂时离开风暴中心。待周围的人变少，终于松了口气。他不习惯穿礼服和高跟鞋，刚才一直较劲，腿都快抽筋了。哪知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他的小腿竟然真的疼了起来。南星脚下一软，正准备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手臂忽然被什么人扶住。与此同时，一缕馨香随之而来。司小姐，没事吧？南星抬眸，对上一张温柔恬静的脸。齐宝将南星扶稳，一脸担忧道：“刚才老远就看你走路不太稳，是鞋子不合脚吗？”还好，只是不习惯而已。南星拨了下碎发，目光顺势落在齐宝的肩上，那里坐着一只小鬼，皮肤赤红，有拳头那么大，像是已经成型的婴灵。南星微微皱眉，刚要开口，就见齐宝伸出手：“你好，我叫齐宝，是齐玉堂的妹妹。”南星没有握回去，表情严肃道：“晚宴结束之后，最好来找我一下。”齐宝愣在原地，有些不明所以。直到南星走远，他低头看一眼自己落空的右手，敛去笑容，目光渐渐沉下。晚宴气氛正浓时，今晚的另一个主人公终于登场。在一道道探寻的目光中，司明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傅清燕缓步而来。这段时日，傅清燕命不久矣的事传得满城风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今天大家过来，也是想看看傅清燕到底怎么样了。若真像外面传的那样，京城恐怕也要变天了。思忖间，司明阳推着傅清燕来到众人眼前。男人今晚一身名贵西装，眉眼凌厉冷峻，即使是坐在轮椅上，也不难看出有着肩宽腰窄大长腿的完美比例。为了不显病容，南星在晚宴之前给他画了张符。眼下傅清燕坐在那里，如果不说，只会被人当作是腿脚不便，不会和病入膏肓4个字扯上半点关系。人群中的司言皱了皱眉，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该不会南星真有本事把傅清燕治好吧？那他岂不是亏大了？同样惴惴不安的还有苏福雅，他没想到才过去半个月，傅清燕的状态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难道这步棋他们真的下错了？今晚是阿燕和南星的订婚宴，2个孩子能走到一起是司傅两家的荣幸。在此，我承诺将傅氏旗下的凤凰温泉度假村赠予南星，以表最诚挚的祝福。傅玉生说完，现场一片唏嘘。凤凰温泉度假村，那可是京郊游的黄金地带，而且已经建设得相当成熟，就算什么都不做，每年也能拿钱拿到手软。听到这个消息，思妍脚下一晃，差点摔在地上，还好苏福雅眼疾手快扶住了她。妈，你听到了吗？傅叔叔要送给他一整个度假村。思妍呼吸急促，有种上不来气的感觉。那个度假村本来应该是他的，要不是那死丫头忽然找过来，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苏福雅红唇紧抿，强忍情绪安慰思妍：“一个度假村而已，和齐家少夫人的身份比起来，算得了什么？等你嫁给齐玉堂，掌握半个京城都不在话下。可是齐玉堂又不一定愿意娶我。”想到齐玉堂年在南星身上的目光，思妍更气了。放心吧，妈妈会给你安排妥当的。苏福雅拍了拍思妍的手臂，予以安慰。喜讯宣布完，到了最重要的环节，傅清燕从傅玉生手里接过订婚戒指，看向站在对面神色清冷的少女。南星不愿耽误时间，直接上前一步，将白皙修长的手指伸到傅清燕面前，旋即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道：“傅少，速战速决。”第13章，凶手现身。
傅清燕嘴角一抽，凉薄目光掠过南星的脸，伸手握住他温热的掌心，将钻戒凑过去。戒指是战雪亲自挑的，足足6克拉，价值1000万。看着那枚闪闪发亮的大钻戒，四妍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虽然傅清燕快死了，但彩礼可是实实在在的。南星一个身无分文的村姑，只是简简单单替个嫁，就成了千万富婆，简直不要太走运。钻戒缓缓套入中指，薄纱下的皮肤感觉到男人手指传来的丝丝凉意。南星忍不住皱了皱眉，这家伙又在度他的气运了。正准备将手抽回，他的目光划过会场一隅，只见人群中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身上赫然缠绕着浓重的死气。南星瞳孔一缩，几乎是下意识甩开傅清燕的手，朝男人冲了过去。戒指飞到地上，傅清燕的手停在半空中，表情微微凝固。什么情况？新娘子怎么跑了？不会是反悔了吧？现场宾客议论纷纷。南星顾不得解释，如同伺机而动的猎豹，死死盯着自己的猎物。男人身上的死气很重，不出意外，应该就是给傅清燕下死咒的人。察觉到南星是冲自己来的，男人神色一凛，拔腿就跑。人头攒动的会场里，一个追，一个跑。南星跑了几步，发现高跟鞋太碍事，干脆踢飞出去。游轮大厅密不透风，当初他们选择在这里举行订婚宴，也是为了方便抓人。随着距离的拉近，南星左手拎着裙摆，右手在空气中以极快的速度画了一道定身符，朝男人背后打了过去。咻！符纸击中目标的瞬间，男人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与此同时，傅玉生随保安匆匆赶来。南星，没事吧？没事。南星摇了摇头，迈步走到男人面前。方才距离太远，他看得还不真切，这会儿离近了，能明显感觉到男人身上的死气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他向内吞噬。不过最让他意外的还是男人的模样，一身简单的衬衫西裤，不是什么大牌货，脸上也是饱经风霜，没有半点保养过的痕迹。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是京城权贵。像当初傅玉生列出的怀疑对象里，齐玉堂排在第1位，除此之外也都是和傅清燕在商场上交过手的对象。但面前这个男人，无论从年龄还是身份，都不符合傅清燕仇家的形象。思绪回笼，南星清冷的眸子逆着男人，蓦地开口：“为什么这么做？”宾客们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脸上皆是一头雾水的表情。那个人做什么了？刚才两人离着8丈远，他就算想对南星做什么，也够不着啊。男人被当场抓住，也不打算辩解，直截了当道：“我急需一笔钱给女儿治病。”南星眉梢微扬，所以意思是，他是拿钱办事。你知不知道用了这种邪术，会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男人苦笑一声：“搭进去又如何？我只想救女儿的命，她还那么年轻，我少活几年没关系。”南星微怔，没想到男人也是个为生活所迫的苦难人，但苦难是他的劫，是劫就躲不过，可不只是少活几年。南星冷声：“你身上死气太重，已经快把你的阳寿吸干了。但只要你肯说出指使你这么做的人是谁，我能帮你延长10年阳寿。死咒解开，男人身上的反噬也会消失，再多活个10年，应该不成问题。”两人说话声音不大，宾客们隐约听到死气、阳寿什么的，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这私家大小街什么情况？搞封建迷信？南星没有理会周围异样的目光，问：“怎么样？想清楚了吗？我们没见过面。”男人道：“他通过写信告诉我下咒的方法，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他再把钱打到我账上。”南星对男人的回答并不意外，毕竟敢给傅清燕下死咒的人，应该也不是等闲之辈。正琢磨着如何顺着这根藤继续摸下去，一旁的傅玉生再也忍不住，解开腕上的名贵手表递给战雪，大步上前揪住男人的衣领，用力揍了上去。
男人吃痛倒地，嘴角渗出鲜血。战雪大惊失色，玉生，现场宾客看到这一幕，吃瓜的欲望到达顶峰。什么情况？副总为什么忽然打他？刚才我好像听到下咒什么的，该不会是他给傅三少下了咒，傅三少才变成现在这样吧？人群中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摸不着头脑的宾客们瞬间就反应过来了。傅青燕忽然生病，又查不出原因，多半是有人按下毒手，却没想到是通过这么邪门的手段。难怪一向温文尔雅的傅总会忽然暴怒，自家儿子被人诅咒，别说是揍一拳，就算是大卸八块也不为过呀。男人挨了一拳，眼冒金星，险些看见太奶。傅玉生再次扬起拳头，正准备挥出第二拳的时候，男人的目光扫过某处，紧接着挣扎起身，一把抓住桌上的餐刀。南星蹙眉，没想到定身符会失效，连忙抬手在空气中2次画符，谁知下一秒，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男人拿起餐刀之后，并没有冲向傅玉生，而是直接捅向自己的脖子。南星一惊，还没来得及上前阻止，空气中便传来刀锋入肉的声音。噗！男人像是下了必死的决心，下手又快又狠，一时间鲜血四溅，大厅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啊！死人了！死人了！男人一刀扎穿自己的大动脉，抽搐着倒在地上，不消片刻便没了声息。看着溅到纯白礼服上的鲜血，南星眉头一紧，还没来得惋惜，便注意到什么东西从男人的尸体里飘了出去。南星微怔，眼底闪过一丝诧异，怎么会？人死后，魂魄脱离肉体再正常不过，但他要是没看错，刚刚从男人身体里飘出去的，分明就是一只恶灵。第14章，幕后黑手竟是战雪，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脸色煞白地抓住傅玉生的手臂，险些瘫坐在地上。好端端的一场订婚宴，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最重要的是，男人死了。这样一来，幕后黑手又能继续逍遥法外。游轮上的安保人员手忙脚乱地将男人的尸体抬走，宾客们争先恐后地离开大厅，巴不得离这个晦气的地方越远越好。待人群散去，一道颀长身影操控轮椅缓缓停在南星身边。傅青燕将一条手帕递到他面前，南星接过手帕，谢谢。男人自杀时他离得太近，身上沾了不少血，直到现在鼻尖还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南星擦完身上的血，将手帕丢到一边的，然后去见傅青燕，又将什么东西递了过来。定睛一看，是那枚飞出去的钻戒，这个你拿回去吧。面对6克拉闪瞎眼的大钻戒，南星不为所动，反正也只是演戏，不用演得这么逼真。那个温泉度假村，他也得想办法回绝掉。不是他对钱不感兴趣，而是道教讲究平衡，他接了傅家的好处，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眼下他救傅青燕的命，不单单是为了救他，也是为了救自己，因此算不得什么恩情。傅青燕没想到南星这么直白，墨眸掀起微不可察的涟漪，须臾勾了勾唇，将钻戒收了起来。这场订婚宴选在游轮上的目的，傅玉生很早之前就跟他通过气，他也知道南星是带着任务上船的，而凤凰温泉度假村就是父亲给他的报酬。思忖间，司长海带着他的2个儿子和傅家人走了过来。乖乖，没吓着吧？司长海目睹了事发全过程，眼下瞧见南星裙子上的暗红色，脸都白了。谁知南星只是摇了摇头，淡定得像个世外高人。那人的身份查出来了吗？傅青燕的大哥，傅家大少爷傅从云沉声问。司明阳翻开手中的访客登记表，而后摇了摇头，没有这个人的信息。怎么可能？傅从云皱眉，今晚登上游轮的所有宾客都需要登记，并且能出现在这里的人都是收到过邀请函的。傅司2家联姻是京城上流社会的头等大事，就连他们现在乘坐的这艘游轮都是4大家族上面的掌权人提供的。
至于邀请函，更是实名制，想买都买不到，那就是被人带进来的呗。傅家二少爷傅正阳道：“你看那人穿的，像是能收到邀请函的样子。”听到丈夫这么说，二少夫人庄韵然表情一凝，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子。这种场合，多说多错，她可不想卷进这趟浑水。正阳说的也有道理。大少夫人段清秋抿了抿唇，那人能混进来，必然是有人帮忙，而且还买通了检票的工作人员。话落，众人纷纷陷入沉默。眼下形势已经很明朗，幕后黑手不除，危险就一直存在。今天对方可以买通男人给傅青燕下死咒，明天就可以买通其他人。这种敌人在暗我在明的感觉最不好受。过了许久，司环宇忍不住问南星：“妹妹，你既然能找到下咒的人，那能不能捎带手把指使他的那个人也揪出来呀？”南星正琢磨着其他事，听到司环宇这么问，清冷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表情显然有些无语。好一个捎带手，当他是手眼通天的活神仙呢？司环宇被南星看了一眼，也意识到自己这个想法有些离谱，果断选择闭麦。傅玉生和司长林返回大厅时，看到一群人站在那里，个个愁眉不展，唯独南星还是那副冷淡疏离的表情，看不出什么情绪。妈怎么样了？傅从云问傅玉生。没什么大碍，我已经送他回去休息了。事发时战雪遭到正面暴击，有点惊吓过度。傅玉生见他脸色难看，便强行将他送回客房。至于司长林，先是吩咐下面的人安抚好宾客情绪，又将检票的工作人员关押起来严刑逼问。做完这些，马不停蹄回到南星身边：“南星，要不要回去休息？”司长林担忧地看向南星，却见女儿表情淡定，完全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和他那个犯了低血糖要死要活的二女儿简直天差地别。我没事。南星口吻一如既往的平静，倒是傅三少身体还没恢复，应该早点回去歇着。南星说这话的时候，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半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傅青燕的轮椅在移动，而且是往他的方向移动，而他靠得越近，连接在两人命门处的金色丝线就越实，气运也就跑得越快。阿燕是该回去休息了。司长林了然的点点头：“明阳，你送他回去吧。”傅青燕：“不是，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了吗？”虽然身体还想再挨南星近一点，但他也不是那么没骨气的人。见南星紧着躲自己，傅青燕脸色一沉，道：“明阳，我们走。”司明阳这是生气了。司明阳不明白傅青燕在想什么，但秉承着医生的职业操守，还是推着病号离开了。两人刚走，警方那边便发来消息，死者名叫廖峰，是京郊的一名小商贩，社会关系简单，确实有个生病的女儿。傅从云把警方的调查结果如实道来，看样子的确是谋财害命，让警方那边盘查一下他最近的行动轨迹，看看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没问题，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向我和正阳开口。我和正阳也想出一份力，方才还想和这是划清楚河汉界的庄韵然见傅玉生在场，直接换了副面孔。傅从云似乎早已对这位弟妹的骚操作见怪不怪，只淡淡道：“这件事就不劳你们费心了。”一旁的南星薄唇紧抿，自始至终不发一语。事实上，他的思绪还停留在那只恶灵上面。如果说廖峰从登上游轮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恶灵上身，那就意味着真正的幕后黑手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只道行极深的鬼。第15章，死咒已解。南星之所以这么笃定，是因为他第一眼看到男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是被鬼上身的状态。恶灵附身在活人身上，通常情况下都藏不住身上的阴气，但廖峰身体里的那只不同，他藏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廖峰死透了，他应该能一直待在里面，不被人发现。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只恶灵应该就是想要置傅青燕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毕竟恶灵怨气深重，根本不可能为人所用。而那个帮他踏上游轮的人，最多只是帮凶。大家先回去休息吧。傅从云道：“游轮还有2小时靠岸，我建议这件事回到京城之后再从长计议。”夜色浓稠如墨，月光如银箔一般铺满海平面。船舱尽头的海景房里，南星静坐于灵力汇聚的八卦阵中，将傅青燕和廖峰的鲜血在容器中混合，旋即屏息凝神，掐诀念咒。眼前的符篆悬在半空中，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金光顺着符篆边缘渗出，照亮了少女苍白如纸的脸庞。八卦阵自成一道结界，结界内狂风大作，南星的乌黑长发随之狂舞。随着最后一道口诀念完，符篆倏然烧成一团灰烬，南星的灵力被掏空，纤细身体犹如脱力一般倒了下去。再醒来时，南星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坐着傅大少的妻子段清秋。南星，你醒了。段清秋见他醒了，脸上闪过一抹喜色，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南星摇了摇头，问：这是呢？这里是傅家。段清秋扶他坐起来，告诉他现在的情况。南星得知自己做法后昏迷了3天3夜，游轮靠港后，傅家人便将他接到这里。现在他已经以傅青燕未婚妻的身份正式入住傅家，而这里就是傅玉生专门让人为他准备的房间。南星环顾四周，房间很大，说一眼望不到头有点夸张，但绝对能跑上几个来回。衣柜、梳妆台，各种家具以白色为主，也是他喜欢的风格。只是看着身下的双人床，南星下意识问：傅青燕住那？他住另一个房间。段清秋莞尔一笑，似是看透南星的心思。傅家重礼数，你和阿燕尚未成婚，还是应当保持距离。南星这才放下心来，傅玉生这么急着让他住过来，应该是想让他离傅青燕近一点。毕竟幕后黑手还没找到，有他这么个懂玄学的人在身边，也能安心些。药应该熬好了。段清秋看了眼时间，你气血两亏，明阳特意开了个方子帮你调理，我这就去帮你把药拿过来。段清秋走后，南星靠在床头梳理了一下整件事的经过。他在游轮上解开了傅青燕身上的死咒，然后因为灵力透支晕了过去。只是死咒虽然解开了，但那只恶灵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眼下他最担心的是恶灵附身其他人，再借由其他人的身体继续加害傅青燕。毕竟折损阳寿的是活人躯壳，只要恶灵还在，就可以一直用活人做宿主对傅青燕下手。南星修行玄学多年，还从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事。以往在道观也只是遇到一些流离失所的小鬼，帮他们超度一下罢了。眼下却是要单枪匹马挑战一只道行极深的制邪之物。思及此，南星表情变得十分严肃。他连忙起身下床，翻开放在椅子上的小布包，从里面拿出朱砂笔和符纸。平时画符他还是会用到这些，借助工具画符可以少消耗一些灵力。南星将符纸放到桌上，凝神提笔，一张符画下来，行云流水。他连忙又画了几张，每张符上都注入了充沛的灵力。南星忍不住扬起嘴角。傅青燕身上的死咒解开之后，她的气运也跟着回来了，不仅符画的顺畅，就连身体也变得十分轻盈。段清秋端着药回来的时候，看到南星正在房间里跳来跳去，他愣了一秒。南星，你……南星没想到段清秋这么快就回来了，轻轻咳了一声，恢复到成熟稳重的样子。段清秋将黑乎乎的汤药放到桌上，目光掠过桌上那些符纸时，眼底闪过一丝新奇。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今天还是第一次亲眼瞧见。南星，这些符是用来做什么的？左边是平安符，右边是驱邪符。南星如实回答。傅三少有招惹脏东西的体质，
我想画几张符送给他。死咒虽然暂时解开了，但他和傅青燕的气运还连着，万一那位大佬又遭遇不测，他也要跟着倒霉。段清秋平时也会看一些玄学的东西，听到南星这么说，双眸微亮。南星，这个平安符能不能卖我一张？南星去见他眼底的渴望，又见他印堂发暗，随手抽了张平安符递过去。这张送你，不用给钱了。因为之前傅青燕身上的煞气太重，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傅家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南星想，段清秋可能是遇到了什么邪门的事，才会跟他开这个口，这怎么好意思呢？段清秋嘴上这么说，两只手却已经不受控制地将符篆接了过去。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最近总是梦到傅家已故的老爷子回来找他。段清秋本来就忌讳鬼神之类的东西，时间长了，便怀疑是老爷子要带他下去。段清秋收起护身符，问南星：“这个平安符可以防住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吗？”“普通的没什么问题。”南星道：“你睡觉之前把它压在枕头下面，应该就不会再做噩梦了。”段清秋闻言愣了一下，他都还没提做噩梦的事，南星就说出来了。为了感谢南星，段清秋掏出手机，提出要将他拉进太太群。这个群里都是京城大佬们的太太，平时会在里面分享衣服、包包、美食什么的。南星本来想说他还没跟傅青燕正式结婚，算不上大佬的太太，但转念一想，他一个小道姑，靠画符为生，群里这么多富婆，搞不好能成为他的客户。这么一想，南星果断加到群里，晚照清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家三弟的未婚妻南星。群里的太太们原本还在热火朝天地聊着天，听到南星的身份，瞬间安静下来。第16章，傅总，您的未婚妻来找您。3天前邮轮上发生的事，在京城掀起不小的风浪。原本圈里的人以为傅青燕只是单纯的生病，没想到还跟诅咒有关。这下大家都开始生出别样的心思。傅家虽然是4大家族之首，但再厉害的家族也架不住恶毒的诅咒，而且这是传着传着，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傅青燕命不好，靠近她的人都会倒霉。因此，在段清秋介绍完南星的身份之后，太太们集体沉默了，生怕这位准3少夫人给他们带来灾祸。见大家都不说话，段清秋有些尴尬。南星倒是完全不在意，直接关掉微信，收起手机。傅3少现在在哪？他去公司了。段清秋微笑。订婚宴之后，阿燕就康复了，整个人容光焕发。多亏你帮他解开身上的诅咒。南星一愣，没想到死咒解开之后，傅青燕恢复得这么快。但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傅青燕是百年难遇的3世帝王命。哪怕是气运严重亏损，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不过这也更加证明，那只恶灵的段位不是他这种小道姑能对付的。麻烦大嫂把公司地址发给我。南星将剩下的符篆收进布包，说着就要换衣服出门。是要去找阿燕吗？段清秋一愣，连忙掏手机：“我来安排司机。”“不用了，我打车过去。”南星说完，端起中药一饮而尽。傅氏集团窗明几净的会议室里，傅青燕正襟危坐，清冷目光注视着手中的文件，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须臾，男人撩起眼皮，将文件放回桌上。这样的方案，傅氏集团已经拒绝过不下3个，所以很抱歉。齐玉堂似乎早料到傅青燕会这么说，勾了勾唇，也不恼。几个月前，京城几家大公司一起争夺星光商业街的开发权。原本齐氏已经打点好上面的人，但不知道傅青燕使了什么雷霆手段，竟然在最后阶段将开发权生生抢了过去，害得齐氏前期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过生意场上弱肉强食，他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没动过找傅青燕麻烦的念头，反而想通过合作将损失降到最低。只可惜傅青燕为人冷厉又不近人情，面对齐氏自降身价的讨好行为，
丝毫不为所动。你这里有咖啡吗？我想来一杯。齐玉堂向后一靠，正准备扯点题外话缓和气氛，会议室的门忽然被敲响，助理江岑推开门走进来：“副总，您的未婚妻来公司找您，人就在外面。”听到未婚妻3个字，傅清燕眼皮微跳，心里掀起一道微不可察的涟漪。然而话到嘴边，还是一如既往的冰冷。他来干什么？说是来给您送东西的。听到江岑这么说，齐玉堂戏谑一笑，该不会是来送暖心便当的吧？印象里，那些豪门太太们最爱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明明自家老公在公司不缺吃不缺喝，非要装出贤妻良母的样子来刷存在感。怎么，羡慕了？傅清燕悠悠一眼齐玉堂，眸中含着冷意。她一向厌恶豪门联姻，齐玉堂不可能不知道这点。别说，确实有点羡慕。齐玉堂微微挑眉，回想起游轮上那惊鸿一瞥，目光不禁变得有些玩味。傅清燕的那个未婚妻，确实给人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谈不上一眼万年，却也足以让人一见倾心。告诉他，我现在没时间。傅清燕说完，又补上一句：“先带他去我的办公室。”南星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江岑一个人从会议室出来，问他还在忙。江岑点点头：“我先带您去副总的办公室等。傅氏集团很大，也很漂亮。”看着那些沐浴着阳光、坐在工位上认真工作的员工，南星心里十分羡慕。他在道观长大，自由自在，却也偶尔想体验一下像这样的集体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傅氏集团坐落的地理位置风水极好，光是站在这里都能感觉到源源不断的灵力汇聚到体内。两人走到傅清燕的办公室门口，江岑按下指纹把门打开：“司小姐，请进，叫我南星就好。”南星说完，迈步走了进去。与此同时，一股如沐春风的感觉扑面而来。如果说这座大楼是一道清澈山泉，那傅清燕的办公室就是泉眼。南星惊叹于脚下的风水，直到身后的江岑开口，才回过神来：“南星小姐，想喝点什么？都行。那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去泡茶。副总处理完工作，很快就会过来。”江岑说完，转身离开办公室。南星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坐到沙发上。原本他是想送完符篆就走的，但这里的风水实在太好，让他忍不住想要多赖一会儿。见傅清燕没回来，南星也不闲着，从布包里拿出朱砂笔和符纸，借着这片风水在茶几上画了起来。江岑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南星手执朱砂笔在符纸上作画的场景。少女唇红齿白，乌黑长发高高竖起，腰背挺得笔直，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她白得反光的皮肤上镀上一层金边，安静美好的犹如一幅油画。南星听到声音，并未挪开视线，注意力凝聚在笔尖一点，直到最后一笔收尾，才甩了甩手腕，抬起头来。被少女澄澈目光狙击到心脏发颤的江岑回过神来：“南星小姐，茶泡好了，谢谢。”江岑虽然对玄学不了解，却也听说了南星救副总一命的事，知道这小丫头是有真本事在身上，担心打扰到她画符，送完茶便退了出去。10分钟后，南星放下朱砂笔，心满意足地将符篆收起来。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掠过傅清燕办公桌上的一样东西，半着眼中闪过的讶异。南星连忙起身，朝办公桌走过去。第17章风水宝地。傅清燕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正方形的亚克力玻璃罩，里面是一颗大灰兔牌奶糖。这个牌子的奶糖他小时候吃过，印象里是师傅下山历练完带回来的。道观里粗茶淡饭，小孩子们对这种又香又甜的东西完全没有抵抗力，南星也不例外。他记得自己当年偷偷爬进师傅的房间偷糖，还被师傅发现打了几个手板。后来很多年过去，他都没再见过这个牌子的奶糖。思绪回笼，南星伸手转了转玻璃罩，
眼底闪过一丝疑惑：傅清燕怎么会收藏这种东西？她的办公室是冷色调，所有东西归拢得井井有条。办公桌上除了一台电脑和一些重要文件，再没有其他东西。这块奶糖的出现，就像黑白水墨画中的一抹亮色，既突兀又显眼。正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傅清燕谈完工作回来，一眼就看到南星正低头摆弄他的宝贝。男人眉头一紧，几乎是下意识呵斥：“别乱动！”紧接着，快步上前，将玻璃罩推远。南星眼皮一跳：“1块糖而已，至于吗？”与此同时，目光落在傅清燕身上。不过3天而已，男人身上的病气全退，已经与常人无异。傅清燕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夸张，薄唇微抿，敛去脸上的不悦，道：“听江岑说，你是来给我送东西的。”南星顿了2秒，接下来说出的话，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那个糖是小丸子送你的。”话音刚落，傅清燕刚刚松开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谁告诉你的？”男人面色沉冷，空气中的气压随之降低。“堂哥。”南星微微挑眉，脸上是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他说：“你有个喜欢的女孩叫小丸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她，所以给不了我幸福。”傅清燕表情微滞，努力控制住情绪，问：“你哪个堂哥？”南星：“司明阳。”傅清燕：“那家伙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八卦了？别误会，我只是随口问问。”南星微微耸肩，表情平静，没有半点吃醋的意思。“你之前说我们的婚姻是一笔交易，这一点我不会忘。如果不是因为气运相连，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傅清燕这种人扯上什么关系。男人对他来说就像是天秤的一边，在天秤稳定的情况下，他更愿意和他保持距离，相安无事地过完这辈子。这个给你。”南星从布包里拿出一沓符篆，平安符和驱邪符各5张。幕后黑手还没找到，邪祟很有可能再找上你。你随身带着这些符篆，最近不要去阴气重的地方，白天多晒太阳。南星说完，将符篆一股脑塞到傅清燕手里。这些符都是他刚画的，在风水绝佳的地方绘制，符篆的效力也大大增强。虽然阻止不了恶灵再次附身对傅清燕下手，但至少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傅清燕捏着那一沓符篆，剑眉微扬，表情有些微妙。他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向来不屑。但自从南星将他身上的死咒解开，想法便发生了改变。想当初他重病缠身，一天24小时里有20个小时昏睡不醒，身上像是压着块1000斤重的秤砣，连喘口气都费劲，那种感觉简直比死都难受。傅玉生和战雪看他那个样子也很急，什么偏门的方法都用上了，仍然无济于事。所以南星一开始说能救他命的时候，他根本不信。小丫头不过看着不过20岁的年纪，嫩生生的，说是神棍都抬举她了，却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看着完全不靠谱的小丫头，真的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回到京城之后，傅清燕明显感觉身体轻快了，精神状态也变好了，只简单休养了3天，便像没事人一样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甚至比生病之前还要有活力。想到这，傅清燕的目光再次落在南星那张清冷毅力的脸上，不禁回想起订婚宴上，女孩穿着一身纯白礼服站在他面前，用那双澄澈的令人心惊的双眸看向他的样子。“傅三少。”南星的声音将傅清燕飘远的思绪拽了回来。“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傅清燕没有回答，而是鬼使神差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黑卡递过去，道：“去买几套像样的衣服。”南星微怔，随后反应过来，他今天随便抓了件衣服就出门，也没特意打扮。傅清燕估计是嫌他穿得太朴素，给他丢脸了。“我有钱。”南星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回四家的第1天，司长林就给了他一张卡，
说是会每月往里面打一笔零花钱。南星本来不想要，但司长林态度很坚决，他拗不过，便收下了。到现在，他也没查过里面有多少钱，知道你有钱。傅青燕料到南星会是这样的反应，唇边溢出一声轻笑：“你好歹也是司家千金，司叔叔不会亏待你。”南星不置可否，谁知下一秒，男人忽然迈步上前，与他拉近距离。南星身体微微后仰，男士香水味随着傅青燕的靠近钻入鼻腔，那是一股北非雪松味，尾段带着淡淡的焚香，闻起来并不令人厌烦。傅青燕眉眼低垂，宽大肩膀几乎将南星完全罩住，须臾，骨节分明的手指捏着那张黑卡，轻轻放进南星的上衣口袋。这笔钱就当是买你这些福的。南星保持着后仰的姿势，抬头看向傅青燕，这是他第一次仔细观察痊愈后的傅青燕。男人眉眼深邃，鼻梁高挺，剑眉微微上扬，长得颇具攻击性，但细看之下又会发现，那双凌厉的眼睛里没有商人惯有的奸邪，只有高深莫测的冷漠。还有其他事吗？见南星站着不动，傅青燕问了一句：“没事的话，我让江岑送你回去。”虽然他的理智上并不认可南星未婚妻的身份，但该给的面子还是不能少。我是打车过来的，打车回去就行。南星没再纠结黑卡的事，挎着小布包准备离开。然而没走2步，又折返回来。办公桌上放着傅青燕拿回来的文件，标题明晃晃写着“星光商业街合作企划书”几个大字。南星皱眉，星光商业街是京城未来几年重点开发的项目，因为有着非遗方面的规划，政府对这个项目大力扶持，也因此成为各大集团争相竞逐的目标。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那片区域100年以前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战场，集结了很深的怨气。京城不缺风水师，照理说不会不清楚这点。但这个项目提出以来却推进得十分顺利，完全没受到任何阻碍。南星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他清楚，商业街一旦在那个地方建成，必定会赔得血本无归。见南星盯着文件目不转睛，傅青燕眸色微沉，该不会这丫头是想把手伸到商业街的项目上？难怪她对钻戒、黑卡，甚至是度假村都表现得不屑一顾。原来她的胃口比想象中大得多。傅青燕越想，脸色越沉，正准备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南星蓦地开口：“这个项目最好别接。”傅青燕一怔，心里随之咯噔一下。什么意思？那块地风水不好，几百年前是个古战场，怨气冲天，做什么都不会赚钱。南星语气淡淡：“我听说京城各大集团对这个项目趋之若鹜，既然如此，不如找个合适的对象，卖他个人情，把这块烫手山芋转移出去。”南星平时沉默寡言，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实在是因为这件事关乎到傅家利益。那只针对傅青燕的恶灵还没抓住，要是傅家再因为商业街的事赔上名利，那他就真是一个头2个大了。傅青燕怎么也没想到，前阵子京城权贵们争得头破血流的摇钱树，到了南星嘴里竟成了烫手山芋。男人呼吸微滞：“你还会看风水？”南星点了点头。傅三少应该听说过风水养人。傅氏集团这么多年一直顺风顺水，一方面是你经营得当，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的风水足够好。风水不好的地方则恰恰相反，赔钱什么的倒是小事，就怕怨灵作祟搭上人命，傅氏的声誉也会大打折扣。南星说的一板一眼，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傅青燕的神色愈发凝重。星光商业街的项目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其中一部分商铺也已经投入到建设当中。若是在这个时候喊停，集团上下定然掀起风浪。但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该说的我都说了，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南星说完，准备打道回府。傅青燕欲言又止，踌躇了几秒，
还是没有开口，直到南星推开门，清瘦身体消失不见，才重新拿起桌上的文件。南星走出富士集团的大楼，来到路边，正要掏手机打车，一辆灰色的兰博基尼停在他面前，车窗打开，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司小姐，又见面了。齐玉堂勾了勾唇，一双桃花眸里含着浅浅的笑意。男人今天戴了一副金边眼镜，身上是一套剪裁考究的灰色西装，莫名有种斯文败类的既视感。齐少好。南星问了声好，并不打算过多寒暄。然而兰博基尼却停在原地不动。你去哪儿？回傅家。这要巧，我也要去那边见朋友。上车，我捎你过去。南星犹豫片刻，拉开门坐了上去。不是他想蹭大少爷的车，而是他想起订婚宴上看到齐宝肩膀上坐着个小鬼的事。当时他让齐宝订婚宴结束之后来找他，结果他在做法之后晕过去，就把这事给忘了。南星上车之后飞快系好安全带，转过头去看向旁边的齐玉堂。今天的齐玉堂戴了一副金边眼镜，身上是剪裁考究的灰色西装，而西装上面赫然粘着5朵烂桃花。南星记得订婚宴那天他的身上还只有3朵，短短3天过去，竟然又多了2朵。烂桃花这种东西虽然不致命，但数量多了也会影响气运。看在齐玉堂主动邀他坐顺风车的份上，南星好心提醒齐少爷，你身边的那些女人都不是正缘，没必要在她们身上浪费时间。齐玉堂正因为南星上他的车而感到欣喜，听到他这么说，心跳骤然乱了一拍。小丫头说这话的意思，难不成是在暗示？南星不知道齐玉堂脑补了什么，以为他忽然露出笑容只是因为自己说得准，干脆打开布包，取出一张桃花展符递过去。睡觉之前把它压在枕头下面，能帮你抵挡一些烂桃花。齐玉堂表情一凝，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意思，便看到南星掏出手机，打开2维码，一张800，直接转我就好。短短几秒钟，齐玉堂好似从天堂坠入地狱。和这小丫头忽然提正缘的话题，是为了卖符给她。我这是市场价，齐少要是嫌贵，可以不买。见南星把手机放下去，齐玉堂连忙道：买，我买。最近他确实被几个女人缠得心烦，若这符真有用，别说是800、8000、8万他也给得起。只是齐玉堂瞥一眼南星那张嫩得能掐出水的脸，心里多少有些不甘。他还以为小丫头对他也有好感，结果是他自作多情了。齐玉堂掏出手机，不死心的提议：咱俩加个微信吧，说不定以后还得找你买东西呢。南星想了想，没有拒绝。他之所以收齐玉堂的钱，是因为这个男人实在跟他没什么关系。他的宗旨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傅青燕是他的利益共同体，自然不用付钱。加完微信，齐玉堂总算是好受了些。兰博基尼驶上公路，南星也终于提起正事：齐少爷，你妹妹最近怎么样？齐玉堂没想到南星会忽然问起齐宝，顿了顿，如实道：她最近经常做噩梦，可能是下个月要举办画展，压力太大了吧？她做噩梦不是因为压力大。南星语气平静，殊不知短短几个字，直接让齐玉堂脊背发凉。那是因为什么？第18章3少夫人出轨。南星没把话说得太明白，怕齐玉堂吓着，只道具体的我也得看看才知道。齐宝身上的小鬼虽然看着可怕，但怨气不是很深，不至于害他性命，但一直不处理也是件麻烦事。就说齐玉堂身上那几朵烂桃花，估计就是小鬼招来的。那司小姐什么时候有空过去看看？齐玉堂在游轮上见识过南星的本事，又亲眼目睹了傅青燕起死回生的全过程，自然不敢不把南星的话放在心上，看齐小姐时间安排。南星语气淡淡，齐玉堂一听这话，赶紧趁着等红灯的时候给齐宝发语音，让他尽快从襄城回来。
人在襄城的齐宝一脸困惑，他为了下个月的巡回画展，来这边挑选场地，因为时间紧迫，整个人忙得焦头烂额。他哥这又是闹的哪一出？我这边还没忙完，暂时回不去呢。齐宝回了条语音过来，声音温软，有点像 TVB 里的港腔，听着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齐玉堂急了，直接一通电话拨过去：“宝，襄城那边的事我来处理，你先回来。”见齐玉堂语气严肃，齐宝意识到不对劲，忐忑地问：“怎么了哥？是出什么事了吗？”齐玉堂欲言又止，正想着怎么解释，旁边的南星开口：“齐小姐你好，我是南星。”齐宝一怔：“司小姐，南星，订婚宴上我让你来找我，还记得吗？”齐宝很快便想起来，当时在游轮上，南星确实说过让他晚宴结束之后去找他，不过他并没放在心上，加上他这几天人在襄城，工作又多，就更不记得这茬了。齐宝顿了顿：“那天我想去找你来着，但现场发生命案，大家都手忙脚乱的。那天我也正好有事。”南星道：“我听说你在襄城，等你回来，我想和你见一面。”齐宝一听要跟自己见面，心里咯噔一下，却还是耐着性子问：“司小姐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南星没回答，只道：“电话里不方便，还是见面说吧。”齐宝闻言皱了皱眉，这女人怎么还卖起关子了？宝儿，赶紧回来吧。齐玉堂忍不住插话：“这几天正是襄城雨季，万一机场被淹就麻烦了。”齐宝微微抿唇，敷衍了几句，便挂上电话。正这时，小助理匆匆跑过来：“宝姐，襄城气象局刚刚发布了暴雨预警，机场那边可能会关停。我们要不要趁雨还没下起来，先回京城？”齐宝没想到齐玉堂前脚刚说完，后脚气象局就发布了消息，皱了皱眉，心里顿时有些烦闷。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场画展，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为了能够让画展够顺利举行，他前前后后花费了不少心思。若是因为场地问题导致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不好，他肯定会后悔死。思及此，齐宝道：“往年襄城的暴雨也持续不了几天，还是别折腾了，等雨停再回去吧。”小助理听到齐宝这么说，嘴巴张了张，还想说什么，到底还是憋了回去。襄城这地方不大，机场的排水系统也很一般。有次他来襄城出差，遇上特大暴雨，愣是被滞留在这里足足半个月。齐宝是豪门千金，不懂这些生活常识，他理应提醒才对。但是一想到齐宝为了画展付出那么多，悬在嘴边的话就怎么都说不出来了。兰博基尼停在富家楼下，南星解开安全带，对齐玉堂说了声谢谢。他已经跟齐玉堂打过招呼，帮齐宝解决问题，要收取一定费用。齐玉堂很痛快地答应了。正要下车，齐玉堂忽然叫住他：“南星。”南星回头，潋滟双眸看向齐玉堂。男人纠结许久，忍不住问：“你现在已经是傅青燕的未婚妻了，他不给你生活费吗？”想到南星为了赚钱，又是卖符又是接活，齐玉堂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傅家好歹是4大家族之首，就算傅青燕排斥联姻，也不该对自己名义上的未婚妻这么抠门吧？他给了。南星语气淡淡：“只是我不想花他的钱。”为什么？南星顿了顿：“没有为什么，他跟傅青燕之间的关系实在太复杂，说了齐玉堂也听不明白。”齐玉堂已经习惯了南星这副不冷不淡的样子，见他不想说，也就没再追问。“还有其他事吗？”南星问。最后一句，齐玉堂抿了抿唇，像是鼓足勇气：“我知道这话不该说，但作为朋友，还是想提醒你，傅青燕其实有喜欢的人，你们之间恐怕不会长久。”南星，他要不要告诉齐玉堂？这是他早就知道了。还有，这家伙什么时候成他的朋友了？其实我是想跟你说，他要是对你不好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我。齐玉堂勾起嘴角，脸上又恢复到那副雅痞的表情。好了，说完了。南星打开车门，
齐少再见。与此同时，不远处，刚刚做完美容回来的二少夫人庄韵然看到南星从一辆兰博基尼上下来，惊讶地睁大双眼。她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一张照片。南星刚到家，手机便疯狂震动起来。打开微信一看，是太太群里在刷屏。今早他进群之后，太太群里安静如鸡了好一会儿。后来是欧阳太太出来分享了一款美容仪，大家才陆陆续续开始说话。再然后就是现在，群里不知怎么忽然多出很多条信息。南星往上滑了滑，这一滑不要紧，竟然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几分钟之前，一个名叫傅二太太的人往群里发了张照片，照片拍的正是她从齐玉堂跑车上下来的画面。欧阳太太，这是谁？许太太，太远了，看不清。陆太太，这不是齐家二少爷的跑车吗？他这是又泡上新的嫩模了。许太太，现在的嫩模打扮的都这么朴素。陈太太，身上好像也没几两肉。欧阳太太，韵然呢？出来解释一下呀！见大家议论的差不多了，傅二太太觉得时机成熟，站出来公布答案。傅二太太，这是我三弟的未婚妻，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到这个画面，赶紧拍下来了。南星，原来这就是豪门太太们传播八卦的速度。她才刚进门，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已经成为风暴中心了。傅二太太发完上面那句话，群里陷入死一般的沉默。早晨南星进群的时候，庄韵然在做美容，没看群里的消息。等她说话的时候，段清秋发的那条消息早就被刷过去了。眼下她在当事人在的群里说这种话，大家都有点懵，不知道什么情况。庄韵然等了一会儿，发现没人回复，不悦地皱眉，这些人怎么回事？这么劲爆的大瓜都不积极吃。想着，他赶紧继续加码。他和阿燕才刚订婚，就跑出去跟别的男人约会，要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信。要我说，这种从小地方出来的女孩子，就是容易爱慕虚荣。阿燕摊上这么个老婆，实在太倒霉了。你们觉得呢？怎么都不说话呀？庄韵然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周太太的回复。周太太，我听说傅三少的未婚妻之前一直生活在道观。周太太平时不怎么水群，也没有爬楼的习惯。打开群看到庄韵然在说傅清燕未婚妻的事，就回了一句。哪成想，庄韵然抓着他就吐槽起来：傅二太太，她小时候走丢过，被道观里的人捡走了。要不是因为她是司总的女儿，说实话，还真的配不上阿燕。周太太，你指哪方面？傅二太太，当然是个方面。傅二太太，你们是不知道，她在家根本不收拾自己，就照片上那样已经是打扮过的了。而且她性格也很古怪，都不爱跟我们说话。南星，她都不知道，在她昏迷的这3天里，二嫂竟然对她有生出这么多不满。周太太，可是她不是救了傅三少的命吗？言外之意，救命恩人谈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傅二太太，你这都是从哪听来的？傅二太太，阿燕之所以痊愈，是因为吃了我老公找的偏方，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傅二太太，她就是故弄玄虚，说自己会什么玄学，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那些封建迷信来危害社会。周太太，纠正一下，玄学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哲学思想。屏幕后面的庄韵然嘴角一抽，这个周太太怎么回事？一出来就跟她唱反调，情商这么低，难怪其他太太都不爱带她玩。庄韵然正郁闷着，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段清秋发来的：韵然，快点把群里的消息撤回去。庄韵然愣了一下，撤回去？为什么？段清秋的名字上显示着正在输入中。很快发了第2条信息过来：我早上把南星拉进群里了，你发的那些东西他都能看到。庄韵然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双眸倏然睁大。什么？南星也在群里？怎么没人告诉他呀？庄韵然无语至极，连忙用语音回过去：嫂子，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信息发出去那么长时间，
肯定撤不回去了。还有，你怎么把他拉群里了？他不是还没和阿燕领证吗？过了一会儿，段清秋回复：领没领证重要吗？当初你嫁给郑阳的时候，不也是先办的酒席，后领的证？可他办的是订婚宴啊！庄韵然很想反驳，但考虑到对面是富家的大少夫人，地位在那摆着，还是咬咬牙把话咽了回去。他再次打开太太群，把这些天拍的美照都发到群里，将吐槽男星的信息刷上去，然后反手建了个小群，将平时跟他玩的比较好的几个太太都拉进来，气急败坏地质问：富二太太，你们几个怎么回事？知道他在群里也不跟我说一声。陈太太，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万一你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我们这些外人跟着附和也说不过去吧。欧阳太太，是呀，韵然，这次你真是冤枉我们了。安太太，这是什么群？哎呀，我刚才在打高尔夫，没看见。庄韵然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她咬着唇，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移动。富二太太，我本来看上一款 C 家的限量款包包想送给你们，现在发生这种事，心情都不美丽了。几个太太们一听这话，脸变得比翻书还快。陈太太，韵然，我们没在群里发言，不代表没站在你这边。你刚才发的那张照片我已经转发到另一个群里了，他们都在吐槽你弟妹水性杨花呢。欧阳太太，我刚才就想说了，她一个道观来的野丫头，能嫁给你弟弟已经是修了8辈子的福，竟然还有心思去勾搭别的男人。韵然，这件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呀。安太太，他不会以为自己救了傅三少的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看着几个太太争相把矛头指向南星，庄韵然心里总算是舒服了。另一边，南星将太太群屏蔽，把手机扔到一边。他对豪门八卦一向不感兴趣，即使八卦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不过，他也不是可以随意任人揉捏的软包子。庄韵然在群里暗示他和齐玉堂的暧昧不清，他不在意，但是说玄学是封建迷信，绝对不行。南星勾起嘴角，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庄韵然这么笃定他是在故弄玄虚，那他就创造一个机会，让庄韵然好好感受一下玄学的魅力。本篇长文正在快马加鞭，持续更新中，记得点点赞，关注小何哦。